门外他爹背着他二哥，驼着背，身子一直在颤抖，满头大汗。在林如意和林城的搀扶之下，将他放在了床上。爹，二哥怎么了？老二干活突然晕了，我掐了人中没反应，只能将他给背回来。老大，快去找大夫。大哥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跟镇上妙春堂的沈大夫有些渊源，我去请他来一趟。好。林如意和林城一路快走，顺着村子里的路一路小跑。大哥，你别着急，你慢点，我去找沈大夫就行了。行，那你去吧，辛苦你了。突然看见一辆马车迎面过来，楚谢意也看到了林如意，楚谢意马上勒住马车，直接从马车上跳了下来。娘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二哥晕倒了，我跟大哥去找大夫，带我们去镇上找沈大夫，快点儿！到了妙春堂，楚谢意在赶着马车往羊角村赶去，一路狂奔到村子口。沈大夫给林祥把脉，一家人都在旁边看着。哎呀，大夫，我儿子咋样了？得了啥病啊？令郎忧思成疾，再加上过于操劳，身体扛不住了，造成了昏迷。好好休息几日，喝2副药调理一下就行。只是今后不可太过劳累，不然呢会落下病根的。林如意看着瘦弱的二哥，不知道到底是有多累才会把人累晕过去。这林家看着是挺好，其实这家里啊也是一团糟。孙荷花偷偷地背过身去抹眼泪。娘，没事的，大夫不是说了吗？二哥好好休息2天就好了，你别太担心了。哎呀，是我害了老二，我和他说那个扫把星把钱偷走，老二心思重，就记在心里，一直拼命干活，加上对老大的亏欠，老三老四不在家的时候干活跟不要命一样，都是我害了他呀。娘，这件事我真要说你了，那个钱我说了我不要，让你不要给大家说，而且还把3哥4哥叫去帮忙给他们工钱，他们不在家你就花钱找人来干活嘛，不要苦了自家人。你把那个钱看那么重干嘛？要是二哥真有什么闪失，你就后悔一辈子吧。孙荷花这次是真的被吓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找人干，不会再省钱了。你记住了，以后不要省钱了。我记住了。沉香在旁边看着孙荷花挨训，还有点想笑。她嫁到林家都6、7年了，今天第一次看到她被训，真是有些好笑。不过她婆婆向来节俭，真愿意拿钱请人干活，想必老三和老四赚的钱肯定不少。沈大夫，麻烦你帮我二哥开个药方吧。沈妙清点点头，然后去外面给林祥开药方。如意，让那个大夫跟你大哥把把脉，顺便给他也开个方子，把身体调理一下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出去和沈妙清说了一下。中午，林如意带着2个孩子回到家，感觉有些累了，到屋子休息。如意，外面人找你，说他家少爷姓薛。不就是昨天那个薛公子吗？这就考虑好了。林如意马上从床上起来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大步走了出去。小的见过楚夫人，我家少爷想请夫人和楚公子去百味酒楼一见，商议昨日的问题，不知道夫人和公子可有空啊？我相公有事外出了，我随你去吧。那小厮明显一愣，随即马上恭敬地点头说好，邀请林如意上了马车。很快就到了百味酒楼，进去一看，果然看到陈文琪也在。如意，你相公怎么没来？他有事外出了，家里的生意我也能做主，薛公子考虑好了，直接跟我说也一样。薛志廷看到林如意淡定且自信的模样，真的与他见过的女子都不一样。楚夫人先坐。林如意走过去，坐在对面的凳子上。薛志廷看了一眼陈文琪，又看了看林如意。本来以为楚谢意会来，那他与他们夫妻谈也是没啥问题。可是现在如果将陈文琪叫出去，那房间里就只剩下他和林如意2个人，孤男寡女的肯定是不合适。薛公子是否顾虑单独与我说，会怕人说闲话？薛志廷点点头，不爱，我相公很相信我，不会听信他人谗言的，要不然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也不会让我做决定的，你放心吧。好，那就劳烦陈兄先回避一下了。
陈文琪点点头，马上起身离开了。楚夫人昨日提的提议，我昨天晚上考虑了一晚上，可以答应楚夫人的提议，只是我想再加2个条件。薛公子请讲。那我便直接说了。第一呢，我们之间签订契约需以你的名义，且必须保密。第二，如果将来你相公的事情不能牵扯到薛家，需要你相公写一封承诺文书。可以。你确定不回去和你相公商量吗？用不着，我回去和他说一下就行。他本来就没想过牵扯薛公子一家，只希望薛公子管好自己的嘴和人，不该说的别说就行了。楚夫人请放心，我这个人向来嘴严，不该说的从来不会乱说。那咱们继续商量一下别的事情。你说只要1成的利润，那这个钱多久结一次？你们怎么来取？我们相信薛公子的为人，你只需要记好账就行，到时候我们自然会去找你拿的。那你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？林如意摇了摇头。那我们可以先签一份契约，然后等你相公办完事，让他写一份承诺文书，你再将方子给我，我们就算是达成合作。你看如何？可以。薛志廷马上让人送来笔墨纸砚，亲笔拟定了契约。等林如意看完之后确定没有问题，将契约收起来就离开了。薛志廷亲自送他下楼，竟然看到吴淑贤在外面。吴三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薛公子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啊，我来这里办点事。我有个亲戚也在这里，过来探亲，没想到还能遇到薛公子，真巧。哈，是挺巧的。灵儿还好吗？她应该快成亲了吧？谢谢吴三小姐关心，上面还可以，婚期定在明年3月。啊，那快了。只是我们不在京城住，去一趟也麻烦，估计她成亲也不能亲自去了。林如意看这2个人还有聊下去的意思。薛公子，我家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好的，楚夫人慢走。坐上薛志廷的马车，小厮驾车送他回去。相公，王阳将马车停了下来。林如意从马车上下来，麻烦你了，就送到这儿吧，我相公过来接我了。你先回去吧，辛苦了啊。不辛苦不辛苦，那楚夫人慢点儿。好嘞，那你回去也当心啊。王阳看着林如意离开的背影，感觉她真的好温柔，人真好。楚谢意感受到了王阳的目光，转过头瞪了他一眼。王阳见状，立马收回了目光，上车驾着车离开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你刚才对那个小厮那么温柔说话做什么？我哪有很温柔啊，我就是礼貌客气，你哪看出来我温柔的？那你让他回去小心，不是在关心他吗？我就随便说说，你这人太小心眼了。我就是小心眼儿，我不允许你关心别的男人，那样温柔的和其他男人说话。好，那我以后对别的男人都凶一点，就对你温柔，好了吗，我的夫君大人？那可以。2个人说话间，回到家里之后，直接去了他们自己的屋子。林如意将写的合同递给楚协一看，在他看的时候，将薛志廷提的要求又跟他说了一遍。薛志廷要他写承诺文书。那我现在写，等会儿我就给他送过去，早点把事情了结了，让他早日离开。他也在写做香姨子的方子，材料和步骤比例都一一写下来，写的也很清楚。只要薛志廷的人不是傻子，按照他的步骤和比例多做几次，一定能成功的。将方子写好之后，交给楚谢意，让他一并交给薛志廷。楚谢意拿着东西到了百味酒楼，薛志廷看完之后确定没问题了，就将文书和方子都收下了。楚公子，东西都弄好了，我明日就启程离开。可有什么话或者物件需要我带给京中故人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后会有期。楚公子，方才我遇着你恩师的女儿，她与舍妹关系还不错，就聊了几句。她似乎对你娘子的事情比较感兴趣，问了好几个问题，我就随便答了2句。如果她与你说什么，你切莫多心。我对我娘子很放心，薛公子无需担心。楚夫人也说过，2位感情深厚，彼此都很信任，是薛某多虑了。那便祝2位琴瑟和鸣，恩爱白首。楚谢意也起身往回走了，正走到半路，就遇到了吴淑贤和他的丫鬟，他全当是没看见，大步的走开。楚大哥，请留步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楚谢意始终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脚步甚至变得还更快了。
我是因为我爹的事情才来找你帮忙的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一听到和吴淑贤的爹有关系，楚谢意马上停了下来。师傅怎么了？我爹身体一直没有好，遇到冬天越是难受。我听人说这里有个姓岑的大夫可以治我爹的病，但是他脾气不好，很难请动。我多方打听才知道他与你娘子相识。你能不能看在我爹是你师傅的份上，请你娘子帮忙，请那位岑大夫去给我爹看看病。当然也不是白帮忙，只要我能满足的，他提任何条件都可以。岑大夫难道就是之前的岑游，那个看着年纪不大长相俊朗的年轻大夫？你说的岑大夫多大年纪？据说他是医学奇才，年纪不大，但是医术很高，应该有20又3。他全名叫岑游。对，你也认识吗？楚谢意点了一下头，只是他看着除了长得俊朗了一些，也没看出哪里有本事啊。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吗？你确定他能治师傅的病吗？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只是听别的大夫在说他医术了得，试一下总归是好的。天一冷，我爹就很难受，冬天门都不能出，还经常卡血。我作为女儿，看着心里也难受。知道了，有消息我会告诉你。说完就转身走了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楚谢意回到家里时，林如意正在厨房里鼓捣油渣。如意，你太厉害了，什么东西到你手里都能做得这么好吃。你以前是做厨娘的吗？应该算是吧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如果拿出去卖的话，会有人买吗？林如意想自己之前是做美食博主的，也算是厨娘吧。这个要看卖多少钱了，要是不贵的话，肯定会有人买的。那你说一盘卖8文钱，会有人买吗？我觉得有。明天正好是赶集，咱们做一些去试试。如果卖得出去就卖，卖不出去就拿回来自己吃。行。晚上吃了饭之后，林如意在院子里散步。楚谢意走到林如意的跟前。之前和你一起治鼠疫的那个白面大夫是不是姓岑？对啊，咋啦？上次他来和你辞行是去哪里了？楚谢意对那个岑游不怎么喜欢，总感觉他看林如意的眼神不对劲儿。反正他是不喜欢林如意身边有别的男人存在。他说要去随州吧？怎么啦？你突然问岑大夫干什么？我下午去给薛志廷送文书，遇到了吴淑贤。你先别生气，我可以解释。请开始你的狡辩吧。不是狡辩，就是他找到我，说有事情想请我帮忙。他爹身子不好，他听人家说岑游医术不错，可能能治好他爹的病，所以他专门来这里找岑游去给他爹看病。可是岑游现在不在，就想问问他的去向。林如意皱起眉头，怎么感觉这吴淑贤是在找借口呢？不过岑游的医术确实是不错，要不然当时鼠疫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控制住，这里面有一半都是岑游的功劳。行吧，岑大夫去随州了，让他找去吧。吴淑贤真是来找岑游的话，那他知道岑游的去向，应该马上就去找，要不然就是借口。他可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本以为楚谢意问到了，直接去告诉吴淑贤就行了，可听他这话，好像是不想让吴淑贤去找，而是在这里等着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又不是他娘子，他跟我说什么？我累了，睡觉去了。切，昨天还对天发誓绝对不会单独见吴淑贤的，一天就打脸。果然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他就问了一句，怎么生气了？可是娘子生气了，他肯定是要去哄的，于是马上追了上去。娘子，这是什么话？我是粗人，说话没那么讲究。若是哪句惹到娘子了，还请娘子大人有大量，别和我一般计较。楚谢意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先认错吧，不然今晚这地板是睡定了。坐下说吧。楚谢意大步走过去坐下，等着林如意发话。你还记得昨天答应我的事儿吗？是我没有做到，娘子想怎么处罚都行。那你今天晚上打地铺吧。楚谢意看着林如意板着脸，最终还是默默点头。现在给你个解释的机会吧。我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也是因为我才被贬，气急攻心，落下病根儿。所以我听到因为他才听他说的。
残友走的时候只说年前都未必能回来，具体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你师父若是真的身体不好，还是安排人去随州找他吧。在这里等，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。我明天去和他说一声，让他早点回去安排人去找吧。娘子别生气，我保证说完就走。那他万一不走呢？说就在这儿等着残友回来呢？吴淑贤那么担心他爹，应该不会这样做吧？那他要等就等吧，反正我与他不会见面的。屁大点儿的地方，转个身都能撞见，怎么可能见不到嘛？我以后绕开他走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希望吴淑贤不要真的不要脸了。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，收拾好家里，林如意和杨柳在市集门口找了一个地方，将油渣摆出来，等着人来选。杨柳还挺放得开的，看到来往的人就叫大家过来品尝，大声的吆喝：哎，你这个怎么卖呀？1份8文钱。这么贵？还好吧，我觉得不算贵啊，这个也算肉啊。啊，那1份也不少啊，而且这是现成的，能直接吃。就是啊，多少也是肉啊，人家做了还需要花别的佐料。给我来1份。林如意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买，还愣住了。等到一拨人买完散开之后，突然有3个男人出现在摊位跟前，一脸嚣张地看着林如意和杨柳。几位，如果想买油渣可以试吃。谁让你们在这摆摊的？没有人让，我自己在这儿摆的，有问题吗？难道遇见传说中的街霸了？收保护费的？哼，那你可有听说过这片谁负责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别想在这里摆摊儿。你是这里的管理吗？这一片都是老子负责，你想要在这里摆摊儿，必须得交保护费，1个月2两。别废话，拿钱来。我要是不交呢？哼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去打听打听我孙大虎是谁。我姐姐是亭长嫡长子的小妾，你要是不交，我有的是办法治你。可是林如意却一点也不害怕，就一个小妾，还是周正豪儿子的小妾。周正豪自己的小妾他都不放在眼里，更别说他儿子的小妾了，算哪根葱啊？那你给我听好了，这个钱我1文钱都不会交。找死！不准打我的恩人。对，他救过我的命，不准打他。他就是那次鼠疫救我们的女仆子。最后3个人抱头鼠窜，鼻青脸肿的逃跑。他们没有伤到你们吧？谢谢大家，我们没事儿。刚才多亏了大家，谢谢了。不用不用，恩人救过我的命，这算什么呀？他们那种败类，活该，就知道欺负女人。恩人，我要买3份油渣，来，这是24文钱，1个板子都不少。没一会儿功夫，就把油渣都给买光了。将油渣卖完之后，2个人马上收拾好东西，背着背篓回去了。在他们走后，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林如意的背影。如意，按照这样，我们下次可以做5、60斤吧，肯定都能卖光的。我觉得未必，毕竟今天好多人是看在之前的情分上，那些没有买到的人，有可能是看到其他人都买了，自己不买面子过不去。我觉得下次未必就有这么多人了。其实也未必呢，你做的油渣很好吃，说不定买过的人下次还会买呢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反正她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。2个人回到家里，家里就只有楚安安和楚子君2个人。怎么了？你们爹呢？弟弟他……二姐，不要告诉娘。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娘，弟弟他刚才趁着爹出门了，就跟隔壁的东顺玩，跑太快又把脚给崴了。刚才他一直在哭，听到你们回来了才没哭，还不让我告诉你。娘，我没事，不疼的。活该，贪图我生日的时候那个部分给你吃。你们爹呢？爹爹说有事要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了。难道又去找他小师妹了？算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大夫吧，万一伤到骨头啊，你以后可就走不了路了，只能当个小瘸子。
不要！我不要当小瘸子，我要走路。那你以后听话不？听，我听话，我一定听娘的话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杨柳要在家准备中午的午饭，楚安安跟着他一起去。拿了药之后，林如意又抱着楚子君，带着楚安安往家走。经过一处小巷子的时候，林如意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好像身后一直有人跟着他们。林如意假装累了，想要休息。有坏人在跟着我们，一会儿我拦着他们，你快跑去找人行吗？楚安安瞪大眼睛，一会儿你只管跑，往人多的地方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回家找你爹。楚安安用力的点点头，赶紧跑。看到楚安安跑了，果然有3个男人马上冲了过来。他好歹也算是练过散打的，如果对方不是练家子，未必是他对手。可是这3个男人根本不按常理出牌，冲到林如意的面前，对着他撒了一把迷魂香。抓走！不准碰我娘！放开我娘！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别动他，我跟你们走。带走！娘，你不放开我娘！娘，你不准碰我娘！再喊，老子弄死你！君君，你别说话，娘没事的，你在这儿等着你姐。楚子君用力的摇头，因为太着急摔倒了2次。爹，怎么了？你慢点。娘出事儿，快跟我走。在哪里？就在那边的巷子里。你在家待着，不要乱跑，我去找你娘。楚谢一说完，身子一跃就飞到了屋顶上。他飞速向着楚安安指的方向而去，他很快就看到了楚子君，他马上飞身过去，落在了楚子君的身旁。你娘呢？爹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娘被坏蛋抓走了，有3个人，他们往那边走了，我追不上他们，我没有保护好娘。楚谢意他只能抱着楚子君跃上了房顶，用轻功直接将他送回了家。爹，你一定会把娘救回来的，对吧？那爹，你快点去，一定要把娘救回来，把那些坏人全部打死。楚谢意马上又转身出去了。他来到林如意被绑的巷子，嗅到了一股迷魂香的味道，希望能通过这个味道找到林如意。而林如意此刻正被绑在一根柱子上。林如意一开始猜的是吴淑贤，可是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柳盼儿。柳姨娘，没想到是你啊。哼，你想不到是我吧？落到我手里感觉怎么样？林如意，你嘚瑟什么？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还笑得出来？来人，再给我提2桶水过来，他喜欢被水泼，就给他泼个够。门口守着的人看了一眼柳盼儿，又看了看林如意，最后还是去了。作为奴才，对于主子的命令应该是言听计从才是，他为什么先看了柳盼儿才去做？除非他不是柳盼儿的奴才。很快那个人提了2桶水过来，放下之后就出去了。柳盼儿对着林如意扑了过去。怎么样？听说你给夫人了一个好东西，可以让皮肤变好。你要是想活命，就把那个方子给我，我就可以放了你。柳姨娘消息倒是灵通啊，对周夫人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。我让你给方子，没让你废话。你想不想要命了？你想知道啊？那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柳盼儿没想到林如意这么快就要说了，还以为她有多大骨气呢。你就这么说，快点说。柳姨娘，这方子我是可以给你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？什么事？你拿到方子之后还能活多久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为什么活不久了？难不成你那个东西用多了脸会烂，还是会死？柳姨娘，我的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让你来要方子的人。你可以想一下，你拿到方子之后，你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？柳盼儿的脑子确实是不好使，可是听到这里，她也反应过来了。一想到昨天周夫人叫她去，对她的态度比之前好多了，还送了她好些好东西，说只要帮她拿到方子，就会给她一间铺子，还有10亩良田。现在林如意提醒她了，
如果真拿到方子，周夫人真会给他那些东西吗？还是直接就把他弄死了？柳姨娘，要不然我们合作如何？合作什么？怎么合作？你靠近一些，外面的人是监督你的吧？你不怕被他们听见？他赶紧上前一步。我告诉你一个假方子，你到时候回去交差，东西他们要做不出来，就不会轻易要你的命。到时候我们再联手将人做掉。柳盼儿听到林如意的办法，这脑子转动了起来。不行，他们做不出来肯定会找我的，我到时候怎么办？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出去以后就报官，官府不会不管的。到时候人都被抓走了，你还怕什么呀？万一官府的人不抓他呢？你就是人证啊，怎么可能不抓他？是周夫人让你来的吧？刘盼儿轻轻地点了一下头。林如意好聪明啊，一下就猜到了。她只是一个后院的女人，到时候东窗事发，周庭长不敢保她的。而且你忘记了，之前发生鼠疫，我不是和一个大夫一起救了很多人吗？他们可都记着我的好，到时候我只要煽动他们一下，他们都会帮我的。虽然他们只是平头老百姓，但是他们可以挑起舆论，给官府的人施压。到时候官府的人一定会抓走周夫人的。那外面的人盯着，我怎么放你走？外面有几个人？就抓你的3个。按照原计划，你问出了方子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？把你杀了呀！这周夫人好狠的心呐，竟然对她起了杀心。这样，你先出去，就说我嘴巴很硬，死活不肯说。你先借肚子不舒服，要去趟茅房。你去找我男人，他会功夫，能搞定那几个。你确定你能保证我没事儿？林如意内心知道柳盼儿最终会成为替死鬼，她虽然有些可恨，可是罪不至死。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门口响起了打斗的声音。快帮我解开绳子！突然楚谢意出现在门口，身子高大，冷峻的面庞杀气腾腾，那双桃花眼此刻阴鸷可怖。不是我帮他松绑的，我没有伤他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没事儿。我带你回家。外面的人呢？跑不了，我已将他们的腿都打断了，他们跑不掉。林如意，你知道的，我也是被人指使的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们别打断我的腿呀！你要是不解气，你也用水泼我呀！求你别打断我的腿。是周夫人指使他来的，就是想问我要玫瑰纯露的方子。我现在不太确定到底是周夫人还是周庭长的意思。周家一个小小的庭长竟然敢动他的女人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不用操心。我先带你回去。没用多久，他们就到了家。如意，你没事吧？娘，你怎么样了？那些坏人没有欺负你吧？楚子轩也没有去书院，如果今天他在就好了，他一定把那些坏人狠狠地收拾一顿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你们吃饭了吗？大家都摇摇头。好啦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先洗个澡，你们先吃饭吧。那些坏蛋呢？爹把他们打死了吗？肯定啊，爹把娘救出来，肯定把那些坏人都打败了。先让你们娘去洗澡，你们赶紧吃饭。林如意洗完澡，眼下也没什么胃口，就回房间休息去了。我一会儿去解决一下那件事，定不会让你白遭罪的。你要去周家吗？那你的身份会暴露吗？别担心，我知道怎么做。行吧，就是我感觉他们会把柳盼儿推出来当替死鬼。没有替死鬼，伤你者全部都得死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待不久了吧？你愿意离开这里吗？再等等吧，等我把林家人安顿好，还有这边的事情。楚谢意点点头，要是林如意不想走，那便一直在这儿，只要她在，自己都可以。那你休息一下，我出门一趟。那你小心一点儿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楚谢意给了林如意一个安心的眼神，然后起身离开了房间。娘，你睡着了吗？没有，你进来吧。楚子轩不是应该在书院上学吗？今天没有去。娘，大哥担心你，下午就没有去上学了。我们想看看你好点没有？你都没怎么吃饭，是不是不舒服呀？我没事儿，
我就是想休息一下，别担心我。娘，你别怪小弟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没怪他呀，我怪他做什么？这事儿本来就和他没关系。不是的，如果不是小弟调皮不听话又把脚给扭了，娘就不用带着他去看大夫，就不会遇到坏人了。不是的，这件事和君君没有关系。即使不是今天，那些人也会趁别的时间绑架我。他们是想从我这儿拿到别的东西，所以对我下手那是迟早的事儿，和君君没有关系。你们别去怪他。那些坏人让娘给他们什么？是钱吗？不是钱，但是跟钱差不多吧。你们还小，有些事情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会懂。君君没事吧？他没有受伤吧？他就自己摔了2次，没啥事情。行，那你们去陪子君玩吧。这件事情真的不关他的事儿，你们别误会他了。2个人似懂非懂，然后让他好好休息，他们就出去找楚子君玩了。另一边，周正豪看到从天而降的楚谢意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周厅长，我不是来要你命的，所以你不用紧张。你小妾3番4次的找我娘子麻烦，今天更是直接带人将我娘子绑走。我想问问，身为白沙镇的庭长，这事儿你怎么处理？你说我的小妾绑架了你娘子，那你娘子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娘子是林如意，我姓楚。林娘子我认识啊，她之前鼠疫出了不少力。至于她和我小妾的事情我还不太清楚。这事儿你先让我先查明一下，如果确有此事，我定不会姑息她。周厅长，我是来通知你，不是来让你去调查的。现在我是来要说法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怎么处理就行。如果结果我满意，你这庭长的位置还能多做几年；不满意的话，我不介意换一个人来当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现在我让你给我结果。说。如果真有其事，我说了绝不姑息，一视同仁。如果是你夫人指使你小妾去的呢？周正豪身子一怔，他怎么不知道王氏和林如意有过节，而且还派了柳氏那个蠢货去，简直是蠢到家了。3、2，也一样，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即便是我夫人也一样。好，现在休了你的正事，将他赶出周家。至于你那个小妾，就打10个大板。敢问阁下与利州吴知府是何关系？那不是师傅吗？利州距离这里还有一定的距离，周正豪怎么会知道的？他的第一反应是吴淑贤告诉他的，所以这件事儿还有吴淑贤的参与。周厅长，不该你知道的事情最好别都问，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王氏毕竟是我的发妻，这事儿我总要有个理由啊。我说了，我是通知你的，听不懂吗？听懂了。听懂了就去做，明天早上之前我要看到结果。说完就直接走了。楚谢意回到家里，林如意已经睡着了。林如意这一觉睡到了黄昏，醒过来的时候看到楚谢意坐在窗口看书。哇塞，这人怎么能生得这般俊美无双啊？可真是印证了那句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啊。楚谢意在林如意醒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了，一开始他还能保持镇定，渐渐的就有些不淡定了。你醒了，要喝水吗？喝点吧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没回来多久，我看你睡着了就没有打扰你。手腕还疼吗？不怎么疼了。你去周家怎么样了？已经解决好了。怎么解决的？你和他们说了你的身份？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暴露的话，好像有点不划算呢。没说，但是他应该能猜到一些。你别担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在，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，让你受委屈。我尽快把这边的事情弄好，再把林家人也安排好，争取过完年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具体过年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这3个月足够他将林家人安顿好了。好，你想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对这儿不熟，你有推荐的地方吗？利州风土人情与这里最接近，贺州地处边境，常年战乱；扬州水土养人，风调雨顺，做生意的人最多；青州人杰地灵，读书人较多，有不少有名的书院。平州地广人稀，只是冬季过于寒冷。幽州是京城一带，
城池较多，人才济济，经济繁华。你最想去哪儿啊？如意想去哪里，我便去哪里。那等过完年，咱们先去扬州和青州看看吧，就当是旅游好了，带着孩子们一起，让他们也出去见见世面。俗话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是好的。那便听如意的，等过完年我们就去那2处看看，只是路途有些远，可能要花不少时间。咱们也不赶时间，路上慢慢走，走走停停就行了。楚谢意点了点头，他也好好的规划一下。第二天就看到林城过来了。小妹，你让我背的那个我已经会背了。那我可得考考你啦。行，你随便考。5乘8是多少？40。9乘4呢？36。大哥可以啊，这么快就记熟了。那你以后可以帮忙记账了。小妹嗓子怎么了？我有点受凉了。现在天气转凉，还是要多注意，着凉了挺难受的。我知道，你们也是。那你再考几个吧，就这样定了，你就这样定了，我心里都没底啊。我自己的大哥，我当然是相信的。走吧，你跟我去书房，我和你具体说说要怎么弄。林城见状，马上跟着林如意往书房走去。楚谢意却并没有跟着去。小妹，妹夫怎么不来啊？这事儿不需要他同意吗？林如意摆摆手，他知道楚谢意尊重他，这些事情向来都是他做主。大哥，先坐吧。你不仅要记住，还要将那些数字会写，这对你来说并不难，照着写几遍就会了。然后我会教你怎么记账，当然也会涉及到一些文字，我会教你的。这个需要你在这边学。你今天先回家去跟家里人说一下，然后带一些自己的东西过来，就在这儿住下。应该学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小妹，你什么时候识字的？我相公教我的，他会写字。林城了然的点点头，对于楚谢意还挺佩服的。他不仅会打猎，会做香姨子，还会写字，以前还真是小看他了。妹夫挺厉害的，小妹是嫁对人了。林如意笑了笑，也没有接话。那小妹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和爹娘说一声，然后明天我就来吧。大哥，你都不问问工钱吗？嗨，都是一家人，还有什么工钱呢？而且小妹这是教我本领，我没有给你钱，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那可不行，该给的就是要给。不是，我在家也干不了别的，做点活就头疼，本来就是废人，能帮你做事儿，你不嫌弃我就好了。大哥，你听说过360行，行行出状元吗？你干不了农活，不代表你做不了其他的。你付出自己的时间和劳动，就应该得到回报。这样吧，前2个月我给你5两1个月，后面你熟悉了，不会出错了，我再跟你加。不用，那太多了。前面2个月你不用给我钱，只要管我吃住就行了。我也算学徒，哪能收钱呢？万万不可。那就前面1个月不算钱，等你熟悉了，第2个月就5两，年后再根据能力涨。这你可别拒绝了，你还有2个孩子呢，一点钱都不赚，孩子们今后咋办呀？林城想了想，确实是这样。好，那就听小妹的。二哥怎么样了？老二好多了，娘不让他再拼命干活，家里请了人来帮忙干活。娘说身体重要，钱没了再赚，也看开了。那就好，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，你以后也得记得。兄妹2人谈完了，林城就走了。林如意他又睡了一会儿。如意，陈公子的娘派人给你送来了请柬，我看你在睡觉，就没有拿给你，我现在给你吧。林如意接过请柬看了一眼，果然是陈文琪的娘请她下午去家里赏菊的，说是之前托人从外地带回来几盆极品的菊花，想邀请她一同欣赏。林如意对于陈母邀请她去赏菊觉得有些诧异，陈母突然给她发请柬，到底是所谓何事啊？如意，他约你啥时候去啊？你现在又不舒服，今天天有些冷，最好还是别吹风，小心又受凉了。那我一会儿写封信，你帮我送到陈家去吧。行，那你先趁热喝点汤，我去看看3个孩子。对了，我看你之前都是买一些成衣，这天越来越冷，买棉衣可不便宜，要不然你买一些棉花回来，我给你们做2身吧。我女工虽然不太行，但只要不是绣那种特别难的图案，
我还是能做的。行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明天我去买一些棉花和布回来，你到时候给自己也做2身。不过还有10天左右，你和三哥就要成亲了，你嫁衣准备了没有？啊，我拿你娘给的聘礼买了一些布，自己做了嫁衣，马上就要做好了。那就行。到时候你们成亲，我给你们准备一份大礼。哎，别，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，大礼就不要了。而且哪有妹妹给哥哥送礼的？没事，你先去吃饭吧，这件事儿我自有分寸。杨柳见林如意这么说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到时候和林福说，让他不要收林如意的礼，那也太不合适了。楚歇意没多久给他端了一碗药过来，林如意看着那碗药直摇头，真的是怕了。我感觉我都已经好了，不用喝药了。你说话的声音还那么沙哑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，娘子？啊，不沙哑呀，我平时说话就这样。娘子，自欺欺人可不行。若是让子君知道你生病了不喝药，他肯定会学你的。你也不想做一个坏榜样吧？乖，把药喝了吧。我这不都好了吗？不用喝药了。突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，楚歇意上前去开门，打开门就看到陈母带着丫鬟站在外面。请问这是林如意的家吗？您是？我是陈文琪的娘，听闻如意身体抱恙，有些担心，前来探望。红叶，将东西拿来，这是我给如意带的一些补身子的药，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，方便让我进去探望一下吗？我娘子感染了风寒，今日不便见客。陈夫人的心意，我先替我娘子谢过了。等改日她身子好了，我再让她去拜访陈夫人。没事，我就是来看看她，顺便有点事想要和她说一说，就几句话，说完我就走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楚歇意一听，果然是有事儿，正想要拒绝呢，就看到林如意走了过来。陈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托家里人给您送信了吗？我这边感染了风寒，怕传染给您，所以没敢应约。哎呀，如意怎么咳得这么厉害？请大夫来看过了吗？沈大夫医术还不错，要不我让人将他请过来给你看看。陈母一脸关切地问道，还顺势走了进来。劳陈夫人挂心了，今天早上我相公已经带我去看过了，也不知道您要过来，也没准备什么好茶，请里面坐吧。我也是看你写信说不舒服，就过来看看你。你与我是生意伙伴，之前又给了那么好的玫瑰纯露给我用，我这听说你身子不舒服，还是很担心的，就带了一些补品给你。陈夫人，您可是有事跟我说吗？我今日嗓子不太爽利，您有话就直接说吧。今日来找你确实有点事，这事儿不方便其他人听到，可否介意不说话？好。其实今日来是受人所托，想来求你一件事儿的。林如意听到这里，脑子里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托夫人来求我的，不会是周夫人吧？陈母如实的点头。那可能要让陈夫人失望了。今日不管您说什么，她的事情我都不会管半分。夫人也看到了，我是真的不舒服，为了避免将风寒传给您，夫人还是早些回去吧。如意，你还年轻，做事不要太绝，人家不是说了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大家都在一个地方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何必做得那么绝呢？陈夫人，那我也还您一句，未吃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就别在这儿当和事佬。是他先要我的命的，难不成我还要对他感恩戴德吗？今日我念在你是陈文琪娘的份上，就不与你多说什么，但是请你也要有自己的是非观，别到时候害了自己一家人。请回吧。年轻人别太狂妄了，吃亏的是自己。等陈母离开之后，楚谢意走了出来。怎么了？可是他说了啥？林如意也不知是生病了，身子虚弱，听到楚谢意的关心，瞬间感觉挺委屈的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委屈和我说，我给你做主。他是来给周夫人求情的，我直接就让他走了。他说我太冲动了，以后会吃亏。哼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放心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欺负你。等到傍晚的时候，陈文琪居然来了。
难道是被他娘叫来做说客的？楚谢意让他在房间里休息，自己去见陈文琪，正好有些事情要和他好好说一下。楚谢意来到堂屋，看到陈文琪站在屋内。楚兄，听闻楚夫人身子抱恙，可有好转？不劳陈公子关心，我娘子无碍。我是来为我娘今日的行为道歉的。她不了解情况，念着与周夫人有几分交情前来说情，实在是有些冒昧。她回去之后了解了全部事情，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，所以让我来道歉。还望你与楚夫人能够海涵，不与她一般见识。既然陈公子这般诚恳，那这件事我们就不计较了。只是陈公子回去告诉令堂，有些事情不是他能管的，别到时候没有帮人出头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多谢楚兄不计较，这事绝对没有后续了。今日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多打扰，先告辞了。慢走不送。等陈文琪走了之后，楚谢意回到屋内。他人呢？走了吗？说了啥呀？走了，就为他娘今天说的话道歉。这个结果他也是想过的，但是青儿听到还是觉得有一些惊讶。他们肯来道歉，想必不是因为香姨子，应该是猜到了楚谢意的身份，所以才来的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饭马上就好了，我去给三哥和四哥送饭，你们先吃饭吧。林如意点点头。楚谢意送饭回来，林福也跟着一起来了。如意，我想明天回家去一趟，我与杨柳的婚事也快到了，回去看看家里还有啥需要准备的。可以，你确实该回去看看了，成亲是大事儿，要好好准备一下。那这几日的香姨子，只怕老四一个人做不完呢。没事的，明天开始我白天去帮忙，我和四哥一起就没问题了。行，那就辛苦你了，这几日的工钱你就扣除，不算钱。不用，本来每个月就有3天假，你上个月也没有休息，正好这个月一起休了，多出来的时间再扣钱吧。也行。第二天，林如意早上起来，先做好油渣，先去卖了再去窑厂，就看到林城兴冲冲的过来了。林如意这才想起今天他哥要来学记账，林城一听也来了劲儿，马上跟着林如意他们一同前去。杨柳和林城将东西刚摆出来，就看到已经有几个人围了过来。我们等了好久，你这个油炸太好吃了，上次买回去都不够吃的，今天啊，我要多买一些。对，好吃，家里的孩子都馋坏了，非得让今天再买一些回去，给我也来2份。谢谢大家支持，今天做的比较多，你们排着队，一个个来。这一忙又是好一阵儿，一下就卖掉了一半。如意，你去那边歇一下，那边吹不到风，我和林大哥看着。林如意看了一下，她大步走过去。哎，你听说没有？周庭长把自己结发几10年的发期给休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听说是周夫人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才会被休的，不过她还是不肯走，还说要削发为尼呢。啥天大的错误呀？几10年夫妻了，孙子都有了，被休了是有点没脸。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。我还听说那最受宠的柳氏被打了10大板，屁股都开花了，差点被活活打死，现在就剩下半条命了。啊，朕氏被休，小妾被打，这到底发生啥事儿啊？那庭长不得重新娶个夫人？也不知道谁家姑娘有这个命，能嫁到庭长家做个正室。嗨，说是正室，那你也不看看庭长多大年纪了，说不定哪天就……哎呀，这嫁过去的女人万一肚子不争气，到时候没留下一儿半女的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林如意大概猜到了这是楚谢意的手笔。林如意在那边站了一会儿，突然迎面走过来2抹熟悉的身影，真是不知道她这个大家闺秀学的那些教理都学去哪儿了，这脸皮真是太厚了。如意，我知道你很讨厌我，但是我今天来找你，确实是有事想求你帮忙的。吴大小姐，你该不会以为你求人，人家就必须要帮你吧？没有，我知道你可以不帮我，但是我还是想要求求你，只要你愿意帮忙，条件你随便提。你看我缺你那些东西吗？如意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你能不能帮忙给岑大夫写一封信，请他帮忙给我父亲看看病？我父亲的病只有他能治了，求求你了。林如意感觉吴淑贤这是利用舆论绑架他，可是他这个人就是不怕这个。吴大小姐，我香果没有告诉你吗？岑大夫去了贺州，你现在不去贺州找人，你在这儿跪我干什么？
说了，可是陈大夫一般不给人看病，我知你俩关系匪浅，所以想请你帮我写一封信，只要能请动陈大夫为我父亲看病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林如意勾起嘴角冷笑起来，这吴淑贤还真有意思，公开说她一个已婚妇女和一个男人关系匪浅，这摆明了要坏她名声啊！那就看看谁更厉害好了。我向来心软，吴大小姐为了父亲都下跪了，我很是动容。我确实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？请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在所不辞。你放心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，我就是希望吴小姐以后离我相公远一点。我知道吴小姐对我相公有心，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成亲了，所以烦请吴小姐今后不要再来找我相公，我相公也不想见到你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吴淑贤的脸一下就红了，感觉周围的人看他的眼神充满了嘲笑和鄙夷。你误会了，我来找楚大哥也是想请他帮忙找陈大夫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既然你都知道是我才认识陈大夫，你不直接找我，你找我相公干什么？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对我有一些偏见，所以我才会先找楚大哥的。林如意在心底冷笑一声，这女人居然还泼脏水给自己。吴小姐，你觉得我为什么不想见你？又对你有什么偏见呢？是你假冒身份蓄意接近我很真诚，还是明里暗里给别人的相公暗送秋波很有脸啊？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竟然这么不要脸。就是啊，看着也不像吃不起饭的，怎么还勾引别人男人啊？那长相可不就是狐狸精，还在这里装可怜，哼，真丢人。吴淑贤听到大家的话，脸比猴子屁股还红，他袖子里的手紧紧握成拳头。我答应你，你能帮我写信了吗？你中午到我家来拿吧。林如意说完就走了。三个人刚到家里，林城就迫不及待地将钱拿出来交给林如意。如意，这是今天卖的钱，一共是624文钱，8文钱一份，一共卖了78份。林如意听完林城的话，接过钱认真地数了起来。大哥，我不是不相信你啊，只是这记账必须要非常仔细，得对得上账，耐心细心，所有的账都要经得起算。今后的账也是，我都会不断的复查，确保没有问题。你能明白吗？明白。好了，那你先回屋里休息一下吧，等下午咱们再开始学。对了，娘知道你咳嗽，专门让我给你带了一些止咳的枇杷膏，还是去年她熬的，平时都舍不得吃的，你快吃点吧。这都1年了，还能吃吗？5代又没有防腐剂，而且也没有密封，早就过期了吧？但是这是他娘对他的爱，他只能先收下。杨柳将午饭做好，林如意就带林城一起去送饭去，顺便去看一下没有林福在，他们2个做的怎么样。你怎么来了？吃午饭了吗？我来给你们送饭来了，顺便带我大哥过来看看。确定这边没问题了，林如意和林城坐了一会儿，就打算回家了。2个人刚走到半路，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4个人，手里拿着刀，什么都没说，直接就向着林如意冲了过来。小妹，他们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我们啊？不知道，大哥，你快跑去找我相公，我拦住他们。不行，你一个弱女子，怎么能拦得住他们呢？我拦着他们，你去找妹夫。我相公教过我几招防身的招数，而且他们是冲着我来的。你去找我相公，你要是不想我死，你快点跑。林城现在的身子不行了，确实是根本拦不住几个人，只能拔腿就往回跑，想去找楚谢义来帮忙。几位好汉，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想必几位是拿钱办事儿，我出双倍怎么样？哼，你把我们兄弟当什么了？出来混讲的就是诚信，你出再多的钱都不可能。敢问几位是混哪个道的？哼，我们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落成四鬼。林如意当然是没听过几人的名号，几位要怎样才能放过我？别浪费口舌了，我们兄弟几个收钱办事儿，你今天就必须要死。你要是配合，我们就给你留个全尸。那临死之前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至少让我死个明白吧。哼，少套老子的话，出来混绝对不会泄露买主的信息，除非你已经咽气儿了，我可以告诉你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看我就一个弱女子，
可以提一个要求吗？说。我和你单挑怎么样？毕竟杀鸡不用牛刀，杀我一个弱女子，也用不着四位一起上吧。对方想了一下，最后同意了。不对啊，练武的人每天都在动，一般不会长这么胖吧？他就看到男人双手打开，摆了一个招式，然后直接就冲了过来。这是事出何处啊？这招式有点过于朴实了吧？林如意轻易就躲过了，一记踢腿，男人被踢得直接往前倒去，还好男人稳住了。看招！林如意看着这男人好像一头笨熊一样就扑了过来，他一个闪身就躲开了。这什么死鬼，水平就这？男人再一次扑空了，更加的生气，在原地打了一套林如意看不懂的拳。这人脑子没问题吧？你们都给我上，杀了这个娘们儿！就看到一抹的身影向他奔来，向着他身后的人去了。紧接着就听到身后几声惨叫，一个个躺在地上痛苦的嚎叫。林如意一开始就知道这几个人功夫不咋样，可是没想到这么不咋样，才2招全部就趴下了。说谁派你们来的？要杀就杀，我们是不会出卖。楚谢意直接砍了他一条胳膊，胖子一声惨叫之后直接晕了过去。说还是死？我不知道啊，是大哥和对方说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大哥饶命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就被楚谢意一脚踢飞了。我说，是一个男人找到我们，让我们杀了他，就给我们500两银子。那人戴着面纱，我们也不认识。多大年纪？高矮胖瘦？年纪不知道，听声音应该是个年轻人，个子比你矮半个头，不胖。你们是谁？我们就是小混混，靠偷抢为生的。刚才不是自称杀死鬼吗？怎么就变成小混混了？那对方怎么会找到你们的？我们大哥骗人家说我们是洛城四鬼，专门帮人杀人，对方就信了，给了我们钱。那人还有啥特征？你们怎么和他接头？那人带着一个玉扳指，说话有点大舌头。他说杀了那个女的，晚上亥时在西边紫竹林碰面。要是不想死，现在就马上滚。楚谢意不想在林如意面前杀人，怕把她吓到了。没事吧？吓到了吧？我没事，刚开始确实被吓了一跳，不过看他们不会功夫，就没那么紧张了。没事就好。看样子这个地方是真的不能再待了，必须要尽快离开这里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你那小师妹或者周夫人呢，但是他们说是男的，会是谁啊？晚上我去会会就知道了。不管是谁，今天晚上赶去，他就不会让他活着回去。最后楚谢意将林如意和林成送回了家，刚走到家门口，就看到吴淑贤站在他们门口，正焦急地看着门内。听到他们的脚步声，吴淑贤看了过来。如意，我来拿东西，你现在方便吗？你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写。好。林如意说完就进屋去了，楚谢意也跟着一起进去，看都没看吴淑贤一眼。林如意将信写好之后拿出来交给吴淑贤。谢谢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保重。吴淑贤看了一眼屋内，最终啥也没说，转身就走了。晚上吃过了晚饭，楚谢意去了西边的紫竹林，他在暗处藏着，等那人走近，他发现竟然还是熟人。上次没有杀了他，他竟然还敢来，这一次就让他直接没命回去。曾宏杰带着小厮刚走到竹林里，突然手中的灯笼一下就灭了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风吹灭的吧。可是话音刚落，就听到曾宏杰闷哼一声，身子重重倒在地上，四肢抽搐一下没了反应。那个小厮下一秒就感觉喉咙一疼，瞪大眼睛倒在了地上。楚谢意掏出一包白色的粉末撒在2个人身上，没一会儿2具尸体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解决完2人，楚谢意飞身离开了。第二天早，林如意他醒过来，楚谢意已经在窗口看书了。怎么样，解决了吗？楚谢意点点头。谁啊？曾宏杰。他为啥要杀我呀？没问，不管因为什么，他都得死。那你把他那个了？楚谢意点点头。那有人看见吗？没有。那昨天那几个人会不会揭发你啊？
他们没证据，到时候他们也会被抓起来，他们不敢。林如意点点头，不过心里还是有些担心，毕竟这杀人可不是小事儿。林如意有些奇怪，楚谢意将曾洪杰的尸体弄到哪儿去了？可是他不敢问，害怕隔墙有耳。过了几日，到了林福和杨柳成亲的大喜日子。林福和杨柳的成亲很顺利，没出什么岔子。小妹，我想请3天假。不用请假，婚假本来就有5天，不扣工钱。放心在家陪媳妇儿吧。用不着5天，3天就行。怎么还有人嫌放假多呀？不扣钱的。我知道，不扣钱那更不能休息那么久了。你说了不算，还是让三嫂说吧。三嫂，让你相公多陪你几天好不好啊？不好，让他早点去干活，我不用他陪。这2口子都是怪物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给你们的。林如意掏出一个自己做的红包。小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给你们的新婚礼物啊，快收下，我还要去帮忙呢。这是给你们的新婚礼物，对你们的祝福呀，你必须得收下。可是太多了，我不能收。三哥，你去帮我做事也这么久了，怎么格局还没有打开？这个算什么呀？咱们以后挣大钱的机会可多着呢。那我收下了，谢谢小妹。其实这个钱吧，也有三嫂的一些工钱。她在家里那段时间，给我们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还帮我们带孩子、缝衣服什么的，我们也从来没给过她钱。我怕她是觉得我雇佣她，所以从来没有提过钱。这次你们成亲，正好给你们了。好啦，你陪客人去吧。好。林福说完就转身去陪别的客人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林如意睡过头，睁开眼睛的时候才意识到，完蛋了。之前杨柳在家里帮忙做早饭，根本不用她操心，所以早上她都是在睡懒觉。林如意立即急冲冲地从屋里出来，结果看到楚子君和楚安安坐在堂屋里，盯着桌上的煤球发着呆。看到她起来，马上招呼她过去吃饭。她摆手拒绝，感觉自己一点都不饿了。要不然咱们请个人帮忙做饭洗衣服吧。好。楚谢意自然是没有意见的，他也舍不得大冬天的让林如意洗衣服。林如意正要去打听哪里可以请人帮忙做饭洗衣服，就看到之前卖花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小包袱站在她家门口。夫人，翠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吗？夫人，之前我卖身给您，您说让我采花来还给你，现在天冷没有花，您能不能让我在你家拆房打个地铺？我家的房子被我三叔占了，我没有地方住，我真的没有地方去了。夫人，您就当可怜可怜我吧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我什么都可以做的。天气冷了，我给你们洗衣服，我不怕冷。你先起来，跟我进来。翠儿赶紧从地上起来，可是头有些晕，身子有些踉跄。你吃早饭了吗？翠儿轻轻摇了摇头。她不仅没有吃早饭，她已经2天都没有吃过饭了。林如意将翠儿扶进去，楚安安和楚子君一下就认出来她是那个卖花的小姐姐。小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。翠儿挤出一个笑容，不好意思说明自己的来意。林如意她去厨房看了一下，早上是楚歇意做的饭，那家里暂时只有这个，你趁热吃了吧。谢谢夫人，谢谢。哎呦，你快起来吧，先把饭吃了，趁着还热，一会儿冷了可就不好吃了。翠儿小心翼翼地吃了起来。林如意将翠儿叫到屋里问话，你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啊？我爹年前得病去了，我娘前2个月也走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爷爷奶奶也不在了？没了。家里其他长辈呢？你如果卖身给我，我要确保他们以后不会来找我麻烦。不会，他们不会管我的死活的。林如意总感觉不太放心，可是看翠儿那可怜的模样，又有些于心不忍。行，那你先留下来吧。你会做饭吗？会，我虽然做的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能学。别的家务能做吗？什么都会做。行，那你负责做早饭。前一天晚上我会告诉你第2天早上做什么，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。早饭一般都不会太难的，都是简单的。然后就打扫打扫卫生，帮忙洗衣服，别的就看情况。有事让你做你就做，没事就休息。每个月
我给你1两银子，行吗？不要钱，夫人只要给我一个地方住，管我饭就行了。没事的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那就这样吧，按照1个月1两给你算工钱，管吃管住，生病了报销1半的药费。翠儿一听还要管1半的药费，这也太好了。谢谢夫人，翠儿这辈子为您当牛做马。严重了，那我带你去看一下屋子吧。林如意带着翠儿去了另一间耳房，和杨柳之前住的屋子是对着的。翠儿一点都不嫌弃，还非常的满意，这可比她之前睡的牛棚好多了。3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林福又过来继续工作了，他娘和杨柳都过来了。娘、三嫂，你们来赶集吗？哎，刚刚那丫头是谁呀？怎么你家里总是多人呢？她呀，是我找来帮忙干活的。你现在又不种地，要干什么活啊？就是家里的活啊，打扫卫生、洗衣服、做饭什么的。哎呀，你这死丫头真是越来越懒了，这些你自己不能干吗？还要花钱找人来做。娘，我赚钱可不是为了留着看的，我赚钱就是想让自己过得更好，而且每天做这些事情太耽误时间了。我明明可以腾出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儿，赚更多的钱，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做那些琐碎的事儿呢？可是你现在又不用做什么，这些事情明明可以自己做的，干嘛要浪费那个钱呢？可能在你眼里是浪费钱，可是对于我来说不是，我可以腾出时间去想别的。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那可都是有限的，如果都用来做家务了，哪还有空想别的呀？哎呀娘，你就别操心我了，我既然能雇人，就说明我有钱，能负担得起。你应该感到开心啊，你女儿可是赚到钱享受了。要是我自己来做这些，那不是说明我混得太惨了吗？孙荷花还是有些不理解，觉得自己有空，没必要花钱雇人做。你有那个钱，还不如跟你三嫂，让她来给你做。三嫂跟三哥可刚成亲，说不定哪天就有孩子了。而且你们家里事情也多，三嫂在家也能帮你干点事儿。林如意觉得现在不一样了，杨柳嫁给林福了，那就是她的嫂子，关系不一样了，有些话就不太好说了。那等有了孩子再说呗，家里也没啥事儿要干。他就是说你一天事情多，男人偶尔出门不在家，你要带3个孩子，还要做饭给老3老4送过去，怕你忙不过来，还偷偷和我说想过来给你帮忙呢，就是怕老大媳妇儿不高兴，也不敢直接说。娘，大嫂一个人在家确实挺累的，就让三嫂留家里帮忙吧。她现在可不能说什么了，老大来你这里做事儿了，而且我每次家里需要人干活，都叫他家里的几个兄弟来，工钱可一个子儿没少，他哪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而且家里我也是干活的，现在家里也没啥事儿忙，天天就是做做饭、洗洗衣服，他能有多累呀？没事儿，我这不已经找到人了吗？翠儿干活也踏实，就让她做吧，让三嫂在家里帮忙，正好你们婆媳也多相处一下。哎，那行吧。就是听说你们把那些油渣又做了拿出去卖，还挺不错的。你这2天再做吗？今天没做那个，等下次赶集再做吧。现在天气冷了，油渣能多放几天，可以慢慢弄。有人买的话，你就做去卖呗，多少也是钱呢。林如意点点头。那行吧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也没别的事情。那你们吃了午饭再回去吧。孙荷花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了。林如意亲自下厨准备午饭，杨柳也过来帮忙，将翠儿支开了。如意，那个翠儿是卖花的那个小姑娘吧？就是她。杨柳了然的点点头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怎么样，你还习惯吗？还好，家里人都还挺好相处的，娘和大嫂对我都挺好的，也没让我怎么干活。那就好。就是相公离开家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没关系，你要是想三哥了就过来，随时来就是了。没有，他来干活的，我想他做什么，我就是怕自己惹婆婆不高兴了。放心，我娘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。如意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有点事情想和你说的。什么事儿？你直接说吧。就是你之前做的那个生日蛋糕，我想问问你，真的不打算做来卖吗？我感觉应该有很多人喜欢，你要是不做的话，我可以做吗？
你想做就做吧，我不做。啊，我就是说说，看你做过2次，具体怎么做我还不知道呢，而且未必能做得出来，就是想试试看。你想试就试呗，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问我。好，我试试看。中午饭做好，杨柳和孙荷花在家里吃了饭就要回去了。第二天，他和陈文琪约定取货的那天，林如意带了一瓶子去了窑厂。陈公子，我最近又做了一个东西，和香姨子是一样的，那个是专门洗头发的，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？哦，有现货吗？现在他已经完全不管家里酒楼的生意了，专门做香姨子。就这么2个月，他已经赚了不少钱了。有，你试试吧。林如意将带来的那瓶洗发水拿出来，给陈文琪倒了一点在手心里。陈文琪看着手里黏黏的液体，不知道这是个啥。你这个怎么卖？这个在别处应该没有吧？确实是没有见过。那也算是独一份了。这一瓶一个人用的话，可以用2个月，拿货价1200文。古代人都是长头发，按照2、3天洗一次头发，最多能用2个月。可以，你有多的吗？我先拿20瓶试试，行吗？现在只有3瓶，你如果要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做，晚上就能赶制出来。行，那你先做吧，我明天出发去外地，我早上一早去你家拿，行吗？可以。2个人达成协议之后，陈文琪将这次的400块香姨子拿走。林如意刚到家就被楚安安拉到一边。娘，今天是爹的生辰，你给爹爹准备礼物了吗？林如意愣了一下，这个她还真不知道。我要是说我不知道，没有准备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当然有了，爹爹1年才过1次生辰，肯定想收到最爱的人送的礼物，但是娘都没有准备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会失望的。那我晚上给他做个生日蛋糕吧。我觉得可以，爹肯定会喜欢的。怎么感觉不是楚谢意喜欢，而是他喜欢啊？你爹在家吗？没有，爹出门了，还没有回来。林如意点点头，没有在家正好，他还有空准备。楚谢意回来，吃过晚饭之后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啥都没有说，嘴巴还挺严的。楚谢意刚看到他手里捧着一个蛋糕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其实他都忘记今天是自己的生辰了。生日快乐，相公，许个愿吧。楚谢意他学着之前林如意教孩子们的，闭着眼睛在心里默默的许愿，一辈子都和他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林如意今天太累了，只吃了2口就没有再吃了。他回到房间里休息一下，他前脚刚到屋里，楚谢意后脚就跟了过来。今天辛苦娘子了，谢谢娘子为为夫准备的蛋糕。今天中午安安才告诉我今天是你生辰的，我下午又忙着准备洗发水，所以没时间准备别的，就只准备了蛋糕。我也没给你准备别的礼物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当然不会，本来我也没有提前和你说，你能给我准备惊喜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怎么会生气呢？而且娘子亲手做的蛋糕已经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了，我很喜欢。对了，我还没有问你，你今年多少岁呢？楚谢意愣了一下，眼神有些不自然。怎么啦？难不成男人的年纪也是秘密，不能说？那倒不是，就是我年纪有点大了。多大呀？20有6。楚谢意眼睛看着林如意，生怕她会嫌弃自己。才26，那算什么年纪大呀？为什么觉得自己年纪大？一点都不大。你才16，我比你大10岁。林如意微微一愣，她这具身子好像是才16岁。其实我真实年纪也有25了，和你就相差1岁。那挺好，再过4、5年，和我同龄的人都快当爷爷了，我连自己的孩子还没有。你这话说的，安安他们把咱们当亲生爹娘，那咱们也要把他们当亲生孩子啊？怎么叫没有呢？这我可就要批评你了，要是让孩子们知道了，多难过呀！娘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……你想就付诸行动吗？难不成这种事儿还要我一个女人主动吗？楚谢意闻言，直接将林如意压在床上，整个人贴在她身上，一双大手抚上了她小小的山峰，心跳
不由得加快起来。多吃一点饭。要是多吃饭能长大就好了，这可不是吃饭就能长大的。那要吃什么？要你吹气才能变大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他刚要笑出声来，结果胸口一沉，这楚谢意竟然真的……晚上楚谢意折腾他折腾到半夜，直到他精疲力尽了才放过他。第二天早上，夫人，有位陈公子说找您有事。林如意揉了揉朦胧的睡眼，猛然想起来昨天和陈文琪约好今天来家里取洗发水的，可是他一动，好像全身被什么碾过一样，又酸又疼，胸口更是一片狼藉，那是又羞又气，赶紧找了一套衣服穿上，出来果然看到陈文琪在外面等着，将昨天晚上准备好的洗发水拿出来交给他。陈文琪检查了一下，直接将钱全部给他了。大哥，你一会儿去窑厂那边和三哥四哥说一下，今天休息一下吧，让他们过来吃饭，咱们今天吃火锅。火锅是啥？就是一种吃的，吃了很暖和的。三哥和四哥也挺久没休息了，今天休息一下，让他们把门锁好，中午过来吃饭。林城点点头。中午的时候，林家三兄弟都过来了，家里其他人都没见过这种吃法。小妹，这怎么吃啊？就放在锅里煮熟了就可以吃了。大家围着坐下，每人一个碗，小心别被锅里的汤汁烫到了啊。翠儿在一旁站着，打算服侍大家用餐。你也坐下吃啊，别傻站着。夫人，我等你们吃完了再吃，你们先吃。不用，你坐着吃，这个就是要大家一起吃才有意思。快坐下，别让我发火。小妹，你这咋做的？好吃啊，太好吃了。好吃就多吃点，你看这么多菜呢，你们要加油吃完哦。放心，保证吃光。吃到后面大家都撑得不得了，最后实在是吃不下了。小妹，我一会儿想回家一趟，明天再来行吗？三哥，你这是想三嫂了吧？你别胡说，我是想爹娘了。娘天一冷就说膝盖疼，我想回去看看她。那我也回去看看娘。好。林如意带着一家子坐马车回了村子里，林老爹和林二哥在锯柴火。如意，你们回来了，快进屋坐。现在林城也在林如意那边干活赚钱，沉香当然对林如意很好，比对自己亲妹妹还好。大嫂，哎，你们好些天没回来了，我给你做了一双鞋子，你一会儿试试。谢谢大嫂。不用谢，去屋里坐吧，外边冷。沉香笑呵呵地将林如意带进屋里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老毛病了，天冷就犯，休息几天就好。不舒服就去看大夫呀，不喝药怎么会好呢？知道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有事儿要和你说呢。怎么了？啥事儿啊？你不是教老三媳妇儿做什么蛋糕吗？她这几天天天在弄，我也没见她弄出个什么名堂。这粮食倒是糟蹋了不少，他这刚进门，老三也在赚钱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就是那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呀？我之前做过这个，三嫂看我做过2次，她自己也想试着做出来，然后拿到镇上去卖。她跟我说过这事儿，要不我一会儿问问她吧。那玩意儿能赚钱吗？做成功了应该是可以的，我们家那3个孩子可喜欢吃了，小孩子都挺喜欢的。孙荷花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对了，听说你腿疼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老毛病了。你这死丫头不会是忘了吧？还不是当时生你的时候，那时啊还没分家呢。你奶奶看不惯我坐月子休息，非得让我去洗衣服，落下了病根儿。现在这天一冷，这膝盖就疼。我当然没有忘了，娘受苦了。还好你有出息。现在谁不羡慕我养了个好女儿，背地里都羡慕死了。娘，如果以后我离开这儿，你会难过吗？离开这儿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年后我相公想带我们去外面看看，可能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。林如意其实说的离开是回到现代，可是她不敢说。你们就爱折腾，有那个钱不如留着，以后慢慢用不好吗？去哪儿看呢？有啥好看的呀？钱还可以赚的嘛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见见世面啊。你现在能赚到钱，就不把钱当一回事儿了。
反正啊，要出去看看可以，要早点回家。林如意内心还是挺舍不得孙荷花的，其实林家人她都舍不得。好，不管我将来去哪，我都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如果我在外面混好了，把你们也接去好不好？我才不去，我就在这儿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我就是这儿的人，哪儿也不去。林如意有些哭笑不得，她现在都不知道将来要去哪儿，也不再多说了。林福和林成都有家室，今天晚上就留在家里。林如意带着林东回了镇上。哎，四哥，你就比三哥小2岁，是不是也该成家了？喜欢啥样的姑娘啊？哎，我还小，我不着急，我现在只想赚钱。这钱可赚不完，你说说嘛，要是遇到合适的，我帮你留意着。不用，我现在不想成亲。你要是有空多操心操心二哥吧，满贵现在还小，正需要娘的时候。四哥，这二哥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呀？没啊，平时就在家里，除了干活也没见二哥喜欢啥。说话的功夫，大家已经到了家门口。夫人，你们回来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回来吃晚饭，现在还没有准备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马上去准备。不用着急，反正也没有别的事情，慢慢做就行了。翠儿点点头，马上跑去厨房准备晚饭。小妹，这小姑娘是来找你帮忙干活的吗？对呀。多大呀？看着跟个孩子似的。她说自己13了，过完年就满14了。林东点点头，一看就是家里太穷了，饭都吃不上，饿得太瘦了，也不长个子，所以看着像个小孩。唉，她能遇见你也是她的福气。这个天啊，越来越冷，每年冬天都有人饿死，有口饭吃就不容易了。唉，她也不容易，爹娘都没了，自家的房子还被家里的叔叔占了，也没有别的亲人。之前他给我摘了几次花，这小姑娘挺踏实的，干活也麻利。正好家里缺人干活，我就让她过来试试。那是有点可怜啊。林东没想到翠儿的身世这般可怜，实在是不容易。这一晃又过去了半个月，陈文琪从外地回来了。如意啊，你做的那个洗发水太好卖了，我拿出去一下子就被抢光了，还有很多人预定了。你给我做500瓶吧，我在下个月带走。陈公子，这做洗发水的原材料有些紧缺，我这边只能先保证给你200瓶，剩下的我还得想办法，你看行吗？陈文琪一听只能给200瓶，那看样子到时候价格还能往上抬一抬。行，你先做吧，不过你做这个需要一些啥材料，我看我能不能帮忙带些回来。那你能帮我找一些无患子果实，还有一些桃胶吗？陈文琪知道桃胶，但是这个无患子果实他是确实没有听过。陈文琪就直接离开了，说是明天给他答复。林如意家门口就看到林祥拉着一车柴火站在他们家门口。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最近家里没啥事儿干，娘让我给你们送一些柴火来，免得你们花钱买。果然还是自己的亲人最疼我呀。翠儿没见过林祥，防贼似的看着他二哥。翠儿，那是我二哥，你别这么紧张，他来给咱们送柴火的。翠儿一听，尴尬的笑笑。林祥开始来卸柴火，翠儿也过去帮忙。放这里，不用你提，小孩去那边玩。翠儿听到小孩这2个字，脸刷一下就红了，她又气又恼，不知道要怎么反驳，结果没注意脚下，一个踉跄就向着林祥扑过去。翠儿站稳脚步，又尴尬又害羞，脸更加红了。都说了不用你帮忙，小孩去那边待着。夫人，我本来要去帮忙，你二哥说不用，我力气也不够。没事，你歇着就行了，这种时候要交给男人。你去给我二哥倒杯热水吧，他忙完了可以喝。翠儿连忙答应，然后快步走了进去。二哥，一会儿你吃了午饭再回去吧，你平时很少来我这儿，今天可一定得留下吃饭。不用，家里事情还多，我一会儿回去吃。吃顿饭能有多长时间啊？而且你回家也得吃饭啊，就留在我这儿吃，今天我亲自下厨。翠儿看林祥将柴火都搬完了，赶紧给他送了一杯热水过去。给他送完水之后，翠儿就一溜烟跑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夫人的二哥看着有点凶。我二哥就是不怎么笑，
其实一点都不凶的。翠儿想想，好像也是。真羡慕夫人能有那么多哥哥，我要是有哥哥，肯定就不会被赶走了，我娘也不会死了。林如意知道翠儿又想起了伤心事，但这也是一个人的命吧。夫人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面前说那些，而且现在我很满足，夫人收留我，给我饭吃，给我衣服穿，还给我发工钱。没关系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。你要是想你娘了，你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她。谢谢夫人。做好午饭之后，林如意就去叫林祥来吃饭，有鸡有肉，这伙食有些太好了。大哥他们几个人午饭在哪里吃啊？一会儿给他们送去，他们在那边干活，中午没空过来吃饭，都是我们给他们送过去的。二哥，坐下吃饭呀。妹夫呢？啊，他出去办事儿去了，估计中午不回来吃饭。咱们先吃吧，天气冷，这饭菜凉得快，抓紧吃。林祥一边点头一边坐下，林如意这才看到林祥的衣服下摆撕开了一条口子。二哥，你衣服被刮破了，一会儿我去给你买身新衣服吧，天气也冷了，你身上的衣服有些单薄。没事儿，回家让娘帮忙缝一下就是了，不用花钱买，我天天在家干活，穿旧衣服就行了，别浪费钱。夫人，我帮您二哥缝一下吧，要是不小心踩到了，那口子就越来越大了。也行，那等会儿吃了饭你帮我二哥缝一下吧。林祥刚想拒绝，但是看林如意都答应了，他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等林如意吃完饭之后，可是翠儿好像突然又想到了什么。怎么了，翠儿？啊，夫人，我刚才有些唐突，说要帮您二哥缝衣服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您二哥应该成亲了吧？要是让你二嫂知道，只怕会误会的吧？要不我还是换个别的东西感谢他吧，衣服就不缝了。没事，我二嫂死了，不会误会的。啊，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她应该还很年轻吧？怎么年纪轻轻的就不在了？啊，就是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反正她已经不在了，你帮我二哥缝一下吧。翠儿一听，马上答应了。二哥，我要去给大哥他们送饭，要不然你陪我一起去吧，正好也去看看，咋样？林祥想了一下，点头同意了。林祥提着给林城他们的饭，跟在林如意的身边。二哥，满贵最近怎么样？会走路了吗？正在学走路，走的还不是很稳。那你有考虑给满贵再找一个娘吗？没有，满贵现在不用吃奶了，吃米糊就行，平时都是我和娘在带的，她也习惯了我们，除了家里人不喜欢生人。看样子二哥自己还没有走出来，若是有合适的人，其实也可以看看的。毕竟二哥你还年轻，有个女人也好，至少这衣服破了还能给你缝缝补补。没事儿，娘会帮我缝，大不了自己学着缝啊，就是缝的丑一点，反正在地里干活，人家也不会盯着我的衣服看。而且我现在这样啊，带着一个娃，谁肯嫁给我呀？还不是害人家了。你咋样啊？你挺好的呀，本来事情也怪不得你，而且你一个男人带娃，说明很细心，而且有耐心有爱心，而且咱们家条件也不差呀，怎么能说害别人呢？那我嫁给楚谢义，他还带着3个娃呢，我们现在不照样过得好好的？不一样，妹夫是有本事的，以前自己打猎养活一家人，现在又做香姨子，你跟着他不缺吃不缺穿，现在还有人伺候，我哪有那个本事？我只会干活，别的本事都没有。只要会干活，不是好吃懒做的人，你长得又不差，又不是好赌酗酒的人，已经比很多人好了。好赌喝酒的人都是能赚到钱，才有钱去做那些，我都没钱，哪里会那些？那你有钱了，会去赌博酗酒吗？林想想了一下，然后摇摇头。这不就是了，说明你本质就不是这种人。既然你本质不坏，那就没什么自卑的。小妹，你就别安慰我了，等有人看上我再说吧。肯定会有的。兄妹俩又聊了几句别的，就到了窑厂。林如意去检查了这几天做的香姨子，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出来的时候听到兄弟4人在聊天。娘打算过年再扩建3间屋子，你们现在在小妹这里，家里的屋子暂时够住，但是家里的孩子们都大了，也需要单独的屋子，所以娘打算再多建几间屋子。可以啊，家里的屋子确实不够住。哎，大哥，
你们不觉得现在家里那个房子要扩建的话，地基不太够吗？确实不太够。这样吧，我们之前不是买了块地皮吗？本来要建房子，可是我们不打算回村子住了，那块地皮就给你们吧，你们可以在那边建房子。那可不行，那是你们花钱买的，怎么能给我们呢？我们这不是不要了吗？空着也是浪费，还不如你们去那边盖房子呢。先建几间屋子，等以后有钱了可以再扩建。反正那边地皮很大的，够你们一家人住了。兄弟几人都不敢直接答应下来，毕竟那块地皮也不便宜。算了，那等2天我回去看爹娘的时候和娘说说吧。小妹，我有点事儿想和你说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们去外面说。林如意点点头，跟着林福一起走到了院子里。三哥，怎么了？小妹，你三嫂不是跟着你学着做蛋糕吗？自己在家里也做了一些，做的也还可以。她想做一些来镇上卖。可以啊，她想试试就试试呗。可是她担心卖不掉，娘和大嫂会不高兴。做生意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呀，既然承担不了这个风险，那就不要做呗。三哥，你找我可是要我帮什么忙？你不是要卖油渣吗？你三嫂想把蛋糕和你摆在一起，你看行吗？三哥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个油渣我以每斤3文钱卖给三嫂，她也会做油渣，让她来卖吧，我就不做这个了。现在天冷，我也起不来了。你真的不自己做了？林如意坚定的点点头，反正她也不差那点钱，还不如给娘家人做，他们多赚点钱，家里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。那我今天晚上回家一趟，和爹娘商量一下，晚上就让大哥和老四在这边看着吧。可以，那你忙完就回去吧。下午楚子轩放学回来，兴冲冲地跑过来。娘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今天带了那个华容道去书院，我的同窗们都很想玩，我给大家试了试，方院长看到了，问我这个是从哪儿来的，我说是娘做的，他说这个很不错，要找你订20个给书院上学的人用，他还问多少钱一个，他付钱让您帮忙做呢。方院长真说要定做？是啊，他特地让我回来问您呢，多少钱一个？那等你爹回来我问问吧，这个是他找人做出来的，晚上睡觉之前我给你答复，可以吗？好。吃过晚饭之后，林如意回到屋里才问楚谢意，之前你找人做的那个华容道花了多少钱啊？子轩今天回来说他们书院的院长想买20个给书院的学生用，100文钱。那要是他们书院要的话，咱们就按成本价给他们吧。书院本来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咱们就不赚这个钱了。娘子考虑得很周到，心胸宽广，为夫很佩服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君子，但是我是君子的娘子啊，是吧，我的夫君大人？楚谢意愣了一下，随即脸颊微微发烫，然后把人扑倒在床上。夫人这般维护为夫的面子，那为夫必定好好伺候夫人才是。你别闹，我还要去和子轩说一声呢，就让他跟他们院长说110文钱一个吧，这多出的10文钱上面还得写字，墨也不便宜呢，咱们不赚钱总不能亏钱吧。别急，明天早上我告诉他就是。林如意现在她真是体会到了开了荤的男人有多可怕。第二天早上，林如意是被敲门声吵醒的。谁啊？说话的时候她坐了起来，看到旁边放着一封信，有些懵逼，不知道是谁写的。我啊，都啥时候了还不起床？你想干嘛呀？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现在就起，你去堂屋坐一会儿吧。林如意顺手将旁边的信封拿过来，将里面的信纸拿出来看了起来。这信竟然是陆君瑶写给楚谢意的，具体内容他没有怎么看，大概就是希望他能回朝廷。大周又要和大秦打仗了，想让他回去带兵打仗。切，这人怎么这么烦呢？都说了不回去，还写信来干什么呀？也不知道楚谢意怎么想的，昨天晚上也没有听他提这事儿啊。林如意穿好衣服，随便梳了一下头发就出去了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当然啦，要不然我跑过来干啥？昨天晚上老二和老三回去说，你要将你们买的那块地皮给我们盖房子，是不是？是啊。
反正我们又不会回去盖房子，空着也是浪费。你们现在住的房子不是不够住了吗？要扩建地基也不多了，还不如直接去我们那块地皮上盖呢，以后扩建也够的。你们为啥不回去了？难不成你们还打算一辈子在这镇上过呀？村里又没有金山银山，我们回去干啥？孙荷花想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那么大一块地皮，你们还真不要了？不要了，你们要的话就拿去吧。那我把钱给你，就当是我们买你们的。哎呀，不用，反正我们也不回去，空着那是浪费，就当孝敬你和爹了。那你男人知道吗？他知道，反正他没意见。我等会儿把地契给你，你拿着盖房子去吧。孙荷花一听楚谢意没有意见，这才轻轻的点点头，看了一眼林如意，总感觉姑娘要离开自己了。如意，你以后会回来的吧？那是当然啦，我爹娘和亲人都在这儿吗？我还有生意在这儿，肯定会回来的。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听老三说你打算让杨柳来做油渣生意，是这样的吗？我这不是嫌天气冷了吗？我又起不来，而且那个也不怎么赚钱。我最近又做了洗发水，正找人合作呢，每天事情也多，所以我没空管那油渣的事儿，还不如让三嫂过来做，反正她也会做。孙荷花看林如意都这会儿了才起床，那是真的懒，也幸好家里有个奴婢做饭，要不然3个娃都饿死了。你也别太懒了，当心你男人不高兴。你天天睡懒觉，时间久了，男人也会有意见的。娘是过来人，不会害你的。你以后呀，还是早点起来，听到没有？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您啊，就别操心我了，我都嫁人了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那你真让老三媳妇儿做的话，那我们可就做了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放心，我肯定不会。对了，那个翠儿刚才一直在打听老二的事儿，她想干嘛呀？老二昨天来是不是欺负她了？没有啊，翠儿看二哥衣服破了，还帮他缝了一下，两个人也没拌嘴啊。翠儿问啥了？她就说老二看着人有些凶，但是心还很好，昨日还扶了他一把，又问老二媳妇儿到底是咋死的。不会是你和他说的王翠娥那个扫把星死了吧？林如意尴尬的笑笑，还真是他说的。我去，他该不会是看上二哥了吧？这说得对，那扫把星肯定已经死了，这种人活着都是老天爷眼瞎了。好了娘，你就别生气了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翠儿她看上二哥了？反正二哥现在也没有娘子，我看翠儿还挺踏实的，不如……胡闹！怎么了？我就是随口说说，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那翠儿还是个孩子，老二都双10的人了，而且还带来一个娃子，你这不是胡闹是啥？翠儿过完年就14了，这不就及笄了吗？她其实是爹死得早，家里穷，又被长辈虐待，没吃饱饭，所以看着个子小了点儿。其实她也来癸水了，而且若是她真对二哥有意，也没什么吧，这年龄又不是问题，只要安心过日子就好了。你说的倒是轻松，那也要看人家姑娘的意思，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和老二差那么多，人家能乐意吗？那就看她自己呗，我们又不能强迫她。要不然你多让二哥来镇上，说不定两人真有戏呢。不合适吧？那老二成啥了？老牛吃嫩草，到时候真成了，肯定被人笑话死。孙荷花看翠儿跟个豆芽菜似的，总感觉不太合适。那你就没打算再给二哥找一个吗？我也想过呀，老二还年轻，满贵也还好，就是哪有那么合适的？找黄花大闺女，人家未必乐意；找那种被休的也不行，那种呀，说不定之前就有各种毛病才会被休。合离的呢又不多，就很难碰到合适的。要是找个寡妇，又怕她克夫，或者有别的什么毛病。唉，反正慢慢看吧，老二也不着急。林如意点点头，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，二婚的都不太好找。
好了，你别和人家小姑娘说，虽说现在人家无父无母，在你这儿做工，但咱们也不能骗人家小姑娘。老二的事情再说吧，我再托人打听打听。我知道了。母女俩又聊了一会儿卖油渣的事情。孙荷花急着回去照顾满柜，拿了地契就走了。林如意走进厨房里，看到翠儿正在做饭，她过去帮忙一起做。翠儿也习惯了林如意会亲自下厨，之前自己还不让她帮忙，但是自从吃过林如意做的饭，她也不太好意思了。夫人，我就是今天多嘴问了一下您二嫂的事情，你娘脸色不太好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林如意想了一下，然后将王翠娥的事情和翠儿说了一下，也想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二嫂怎么是那种人啊？太可恶了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，还偷钱跑了，真是太可恶了。所以你以后也不要在我家人面前问她的事儿。她现在已经不是我二嫂了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就和死了没什么区别。好，我不会再问了。啊，翠儿，你好像挺关注我二哥的呀。不是，我昨天帮你二哥缝衣服的时候，发现他衣服好多地方都破了，好些地方都没有洗干净，就感觉他不是，就是感觉他有点。林如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是感觉林想有些可怜呢。哎呀，这也没办法，没有女人帮忙缝缝补补，确实是会那样。两个人把午饭做好，楚谢意也从外面回来了。早上我睡醒的时候，床边有一封信，也没有写名字，谁写的呀？陆君瑶，就是之前和我们一起去富阳县卖老虎的那个人。他给你写信说什么了？林如意装作不知道，主要是想看看楚谢意的态度。等会儿吃完饭回屋我和你说。林如意刚才看楚谢意在看3个孩子，应该是怕孩子们知道。两个人回到房间，楚谢意将信直接交给了林如意。你看看吧。当他认真看的时候，才发现陆君瑶表面上是在劝楚谢意回去，可是实际上就是逼迫，拿10万楚家军的命让楚谢意回去。如果年后他不能回京，大周的皇帝就安排10万楚家军应战，要是打不赢，直接就要问罪。你是怎么打算的？半个月后家里会来2个奴婢，是我的人，他们都是以前楚家的家生子，是我娘一手培养出来的，非常忠心。等到他们到了，我启程去一趟京城，这件事必须要解决。可能不能赶回来陪你们过年了，但是我保证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3月中旬我一定回来。林如意心底咯噔了一下，她要离开差不多4个月。你是必须要回去吗？别担心，我保证自己安全回来。我离开那段时间，家里就辛苦你了。如果发生意外，秋莹和春露会保护你们的。你是什么时候收到信的？又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回去的？3天前我收到信的，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，对不起。所以那封信是你故意让我看见的，是吗？不是，是不小心掉出来的。那你原来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是等你安排的人来了，还是直接一走了之？我不会直接一走了之的，我原来打算就最近几天找机会和你说的。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明明他们前不久才说了，过完年就要离开这里，去苏州和青州看看，找个合适的地方定居的。如意，我知道你什么都懂，他是君，我是臣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必须要走一趟。是，你们这里君是天，可以随便决定一个人的生死，是不是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？那我怎么办？孩子们怎么办？不会，我保证我会活着回来的，你相信我。我想先冷静一下，这件事情别告诉孩子们。楚谢意看着林如意的背影，心里是五味杂陈。他躲了4年，最终还是躲不过了。第2天，林如意就让林成一起去了窑厂。去的路上，林成看林如意脸色不太好。小妹，你和妹夫吵架了？没有啊。早上吃饭的时候感觉你和妹夫怪怪的，可是妹夫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？你和哥哥说，哥哥给你们做主。没有，大哥你别多心了，他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儿，夫妻哪有不拌嘴的呀，就是点小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，别担心了。楚谢意的身份他暂时不打算告诉林家人。到了窑厂，和林福说了洗发水要怎么做，
又亲自给他们示范了一遍。看着他们做了一次，确定没问题了，林如意才离开。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刚来一会儿。林如意点了点头。我现在有事要回去了，你有事的话就进去吧，他们都在里面。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如意，你还在生气吗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你此番去京城必定是危险重重，我很担心你，怕你会出事儿。我不会出事的，我保证安全回来。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我还没有陪你游山玩水，我一定不会让自己出事的。回家吧。楚歇一点点头，握着他的一只手，牵着他往家里走。半个月后的早上，娘，你快起来，出大事了！林如意一听出大事了，以为是楚子君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和弟弟刚才看到爹爹和2个女人在不远处说悄悄话，那2个女的长得可好看了，我们觉得爹在干坏事儿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，我们帮你一起打爹爹。这都是什么呀？女儿带着继母捉奸？林如意就这么一脸懵逼的被楚安安拉到了外面。娘，你就在这儿等着，我和弟弟帮你出气去。走到楚子君的身边，2个人直接走了过去。还没有1分钟呢，就看到楚歇意一手拎着一个娃走过来。你有本事把我们放下来！你对不起娘，你这个坏蛋，我们不要你了，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。对，划清界限。楚歇意一张脸比锅底还要黑，他这是养的一窝逆子呀。林如意在旁边实在是憋不住了，直接笑了起来。你们还不过来见过夫人？奴婢秋莹见过夫人。林如意看了看2人，确实长得不错，进屋再说吧。娘，你为什么都不生气呀？你们呢，想多了，你爹不是这种人。你们自己去玩会儿吧，我和你爹有事要说。喂。林如意和楚歇意去了书房，秋莹和春露也跟着。给夫人介绍一下你们的特长。夫人，奴婢擅长剑、鞭子和暗器。夫人，奴婢擅长轻功、解毒。你们以后的任务就是保护夫人和小公子还有小姐，不能让人伤到他们。是。以后一切听从夫人的命令，她就是你们的主子，若有违背，杀。是。好了，你们先出去候着。等2人出去之后，林如意看着楚歇意问道：你什么时候出发呀？等他们适应2天。你打算怎么跟孩子们说啊？我就说有事要出门一趟，我以前也经常去山里打猎，他们应该不会多想的。林如意皱了皱眉，楚歇意真是太小看自己的3个孩子了。你以前去打猎也就3、5天就回来了，那你这次是去几个月？你觉得他们是傻子吗？会猜不到吗？那娘子能帮忙演示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我就说你不要我们了，跟野女人跑了。楚歇意嘴角微微抽搐起来，有种说不出的无奈。娘子，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，我就是出去办正事的，我保证办完事马上就回来，也绝对不会有别的女人。知道了，那你说说你那2个婢女的情况吧。楚家一家都是忠烈，我爹以前就是将军，楚家军也是我爹一手带出来的，我娘也是将门之女。有了我以后，加上皇帝忌惮我爹，就让我们母子在京城住。我娘挑选了一批奴才，秋莹和春露就在其中，教他们本事。后来我爹战死，我娘也随他去了，楚家就剩下我一个人。我也长期在边关，很少回京城。在我失踪后，他们一直在暗中寻找，前些日子联络上了，我让他们来这里保护你们。你不是失踪好几年了吗？你确定他们还是原来的楚家人？不会被收买了吧？不会，楚家的人都很忠心，绝对不会做卖主求荣的事情。他们是我娘一手带出来的，绝对不会背叛楚家。林如意看楚歇意这般确信，她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你大概什么时候出发？应该是3天后。我知道了。2个人说完之后，林如意就让楚歇意去陪陪孩子们，她则将秋莹和春露叫了进来，打算问问话。需要我自我介绍一下吗？2个人马上摇头。这里只是个小镇，没有那么多事儿，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。你们会做家务吗？
回夫人的话，奴婢会做饭、女工、伺候主子。回夫人的话，奴婢会劈柴、挑水、喂马。林如意满意的点点头，还好不是只会打打杀杀。行，那春露以后就帮忙做饭、收拾屋子。秋莹，你就挑水吧，干点别的活。是。林如意说完就到了厨房里，看到翠儿抹眼泪，看到她来了，马上用袖子把眼泪擦干净。夫人，您醒了，锅里有热水，我给您倒出来，您先洗漱一下。翠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了？翠儿马上摇摇头，努力想忍着不哭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哭的，我就是太害怕了。害怕？害怕什么呀？刚才我看到您和老爷带了2个人回来，他们是买回来的奴婢吧？夫人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？您要是不满意，您要将我赶走。谁说我要赶你走了？没有的事儿，别瞎想。夫人，您真的不赶走我吗？我还能继续留在家里干活吗？你呀，这小脑袋瓜子里想什么呢？你继续好好干活就行了，家里也不缺你一口吃的，别担心。只要你忠心的做事儿，不背叛我，我不会赶你走的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翠儿这辈子都要跟着夫人，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夫人的事情。林如意点点头，是知根知底的，比刚来的2个可放心多了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林城回来了。当看到家里突然多了2个貌美如花的女子，明显就愣住了。小妹，那2个女子是谁啊？啊，那是我男人远房的表妹，家里出了变故，过来投靠我们来了。这是林如意和楚谢意事先商量过的，楚谢意的身份暂时不告诉林家人。小妹，你自己还是多长个心眼儿，那2个女子看着都不简单啊。大哥放心，我知道的。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妹夫还有表妹啊？而且2个姑娘家从哪里来的，都能找到这里来，只怕不容易吧？2个人确实吃了不少苦，人既然都来了，好歹也是亲戚，让他们先住下吧。那家里的屋子也不够住了吧？要不然我搬去窑厂那边和老3老4住。不着急，这事儿我来安排。吃饭的时候，林城提着饭菜给林福和林东送去，他们就在那边吃。我有一件事要和你们说，我要出门去办点事，可能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回来。你们在家好好听你们娘的话，一切听她的安排。爹，您要去哪儿啊？不是马上就要过年了吗？出门去办一些重要的事情，等过完年回来。什么事情比陪娘过年还要重要啊？你们还小，说了你们也不懂。反正你们在家都听你们娘的话，不能惹她生气。如果我回来听说你们惹你们娘生气，到时候家规伺候。3天之后，楚谢意启程出发了。走的时候，林如意给他拿了1000两的银票，方便他路上使用。前脚将楚谢意送走，后脚就有信使送来了2封信，其中有1封是给他的，竟然是薛志廷写的。上面说了香姨子在京城卖的还不错，后面问他之前说的洗发水怎么样了，什么时候能做出来。林如意将薛志廷的信收好，他又看到了楚谢意的那封信，竟然是吴淑贤写的。他爹病情又发作了，这次有些严重，可能撑不过去了。他爹想再见他一面，希望他马上去家里一趟。林如意对吴淑贤的印象不怎么样，不过想着他应该不会用自己爹的病情做文章吧。林如意在房间里想了一下，然后拿着信出去找了秋莹。夫人要用马车吗？不是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夫君刚走不久，应该还没有走远。这儿有1封重要的信件，你去追他，尽可能送到他手上。是。你会骑马吧？回夫人的话，奴婢会。啊，那你骑这匹马去，他赶时间，可能走的小路，你先去追吧。3天还没有追上他，你就回来。是。虽然是赶时间，可是你也得注意安全啊，早晚有些冷，路上可能会结冰，很容易打滑，你千万注意别摔倒了。哦，谢夫人关心，奴婢会注意的。那事不宜迟，奴婢现在就出发，争取尽快追上少爷。拿着东西就出发了。林如意一想到楚谢意要离开这么久，心里感觉空落落的。为了不让自己多想，带着他们一起逛。他们走到集市门口，看到了杨柳和他娘正在那边卖油渣。如意，
娘，三嫂，怎么样？生意咋样啊？嗨，不提了，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学咱们就在那边卖油渣，比咱们便宜，抢了不少客人，今天还没卖出去几份呢。娘，你别生气，他们做不长久的。你咋知道？娘，你想一想，咱们的油渣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如果一天弄那么多油渣，那油怎么处理啊？这油处理不掉还卖那么便宜，肯定是要亏钱的。所以你别着急，走着瞧吧，不出1个月他们就做不下去了。孙荷花想了一下，还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行，那咱们就和他们耗着，看他们有多少钱来亏。蛋糕呢？今天卖的怎么样？蛋糕就剩这2个了，今日杨柳还做了15个，都卖的差不多了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卖出去就行，不然卖不出去，他娘又该郁闷了。对了，这是杨柳和你大嫂给你们做的鞋，你帮了家里不少，他们也想做点东西感谢你。谢谢三嫂，也谢谢大嫂。过2天我让几个哥哥休息1天，我们回去吃饭，我当面跟大嫂道谢。行啊，你们大概哪天回去？我们好准备一下，不然每次你们回去家里都没有准备菜，都是随便吃点儿。那就5天后吧，你也别准备什么，就随便吃一顿就好了。好好好，那你们早点回来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就看到杨柳捂着嘴巴干呕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三嫂，你没事吧？如意，我没事，应该是早上起来太早，有点受凉了。你这个月月事来了吗？杨柳的表情有些尴尬，这里是在外面，别人听去那真的是要羞死了。还没有到时间呢，我都是17才来。那你上个月呢？好像没有。你最近闻到油烟味儿，有没有想吐的感觉呀？杨柳想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有一点儿。你最近是不是总是犯困呢？林如意听到这里，大概知道他娘的意思了。娘，我确实有点，但是我没有偷懒。哎呀，你这丫头，谁说你偷懒了？我天天和你一起吃住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我问你是看你是不是有喜了，想什么呢？要不还是去看看大夫吧，让大夫把了脉才知道是不是。对，等会儿就去看大夫。啊，今天天气可真冷啊！如果油渣实在卖不掉，咱们早收拾回家吧。三嫂可能有身子了，也不能着凉啊。行，你们这么多人是打算做什么去呢？孙荷花看着林如意身后跟着翠儿和另一个没见过的姑娘，不知道他家怎么老是来人，这是他又找的奴婢。我打算去买点肉，这不马上要过年了吗？灌一点香肠，到时候过年吃，可香了。香肠是啥呀？就是将肉切成小块，拌上佐料，放到猪香肠里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孙荷花看林如意就这么说出来，赶紧阻止她，怕别人听了去。林如意让春露和翠儿回去，她则陪着杨柳去了妙春堂找大夫。沈妙清给杨柳把了脉。恭喜呀，确实是有喜了，不过时间还短，应该才1个月，等10天之后再来找我号脉。哎呦，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那我儿媳妇儿需要吃一些安胎的药吗？暂时不必，等10天后来号脉，到时候再看。就是啊，她这身子有些虚，平时吃的滋补一点，应该没啥问题。好，谢谢大夫。几个人从医馆出来，恭喜你啊，三嫂，马上就要当娘了。谢谢如意，如果没有你，也没有现在的我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嗨，谢什么呀？这不都是缘分吗？你当时如果没有救我三哥，那也没有后面的事儿了。好啦，现在有身子了，你要保持好心情，别想这么多。杨柳点了点头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孙荷花。娘，我想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相公，我可以晚点回去吗？行啊。这样吧，干脆你们在我家里吃了午饭再回去，我让翠儿把三哥叫回来，到时候你再告诉他。孙荷花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了，将目光移到了林如意身上。毕竟他和楚谢意成亲都快1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哎，死丫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是不是女婿他？林如意看孙荷花的眼神，分明是在说楚谢意不行。哼，他一想到自己被折腾1晚上，那绝对不是不行啊。
娘，没有的事儿，你别担心了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计划要孩子，现在生意重要。哎呀，生意交给男人就行了，你一个女人就是生孩子带孩子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林如意知道孙荷花的思想还是很守旧，也不想和他理论，带着大家回了家。到家以后，林如意安排退儿去窑厂把他三哥叫回来，春露则开始准备午饭。林如意陪他娘和三嫂在堂屋里聊天，看得出来杨柳现在还处于兴奋状态，但是没表现得太明显。他应该是怕刺激到林如意了，怕她一直没有怀孕，心里会不高兴。三嫂，你现在有了身子，也不能做蛋糕卖了，那就只能等明年生了孩子再说了。这才刚怀上，没事的，我可以做的。以前他们村子的女人怀着孩子该干嘛就干嘛。那也可以，如果你实在忙不过来，就先不做了。杨柳点点头。三个人聊了一些别的，没多久林福就跟着翠儿来了。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三，你这衣服也太脏了，平时没空洗，你带回家去，让家里人给你洗一下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妹，翠儿说你有事儿找我，啥事儿啊？我没事儿，三嫂有点事和你说，你们坐着聊吧，我和娘去屋里说事儿。林福愣了一下，将目光移到了杨柳身上。林如意和杨柳走了之后，林福走到杨柳的身边。怎么了？可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杨柳闻到林福身上浓浓的油烟味儿，胃里有些翻腾，马上就干呕起来。咋了？是身子不舒服吗？相公，你别离我太近，我闻到你身上的味道，想吐。林福愣了愣，抬起袖子闻了一下，就是一点油味儿，也没别的味道呀。相公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生气，就是我有了。我没事，你刚才说你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看过大夫了吗？我有喜了，你要当爹了。林福这一次可听到了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3秒钟才反应过来。真的？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就刚刚我和娘在买油渣和蛋糕，我感觉有些恶心，然后娘就过来问我月事了吗？我说没有，她说我可能有了，如意就带着我们去看了大夫，大夫把过脉之后，确实是有喜了，已经1个月了。太好了，那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你告诉我，我平时干完活给你买回去。暂时没有什么想吃的，就是闻到油烟味儿会想吐，我怕这些日子没法做饭。放心，娘不会说什么的。以前大嫂有身子也闻不了味儿，都是娘做的饭，娘不会怪你的。正好有其他人做了咱们做的油渣卖，我们的生意也少了，看最近还做不做。不着急，先看看吧。小夫妻俩说话的时候，林如意和孙荷花也在房间里聊天。对了，我最近托人打听到红英村有个寡妇，年纪比你二哥小上2岁，本来就是嫁去冲喜的，但男人还是死了，也没留个孩子。现在呀，被婆家人赶了回去，在娘家过得也不好。我听说人还挺勤快，也比较老实，我就想着给你二哥说说看，你觉得咋样啊？你有问过二哥的意见吗？暂时还没有，我这不是才打听到，还没有过去见那寡妇呢，打算着过几日先去看看，了解了解人品，再和老二说。那你先去了解一下吧，反正这事儿也不着急，还有20多天就过年了，怎么也得年后去了吧？不着急，反正先了解清楚。对了，女婿又去忙了。他有些事情出远门去了，年前可能都回不来了。过年都不回来，他去哪儿啊？啥事那么重要啊？这过年可是大事儿，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，他怎么丢下你和几个娃子自己跑了？当然是生意上的大事儿了，关系到我们能赚多少钱。反正今年不在，明年肯定在嘛，以后时间还长着，有一辈子时间在一起过年，不着急。哪来的生意啊？你们不是和陈家做生意吗？难道还有别的地方？之前陈公子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京城的大商贩，相公就是去考察的。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声张啊，等他考察完回来再说，免得突生变故。京城那么远，怎么找到你们的呀？靠谱吗？
是陈公子介绍的，应该是靠谱。反正他已经出发去京城了，到时候再看看吧。那他一个人去又那么远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的，他不是会些功夫吗？一般人也奈何不了他。唉，我以前听人说过，京城那地方东西好贵的，而且遍地是美人儿。他一个人去，不会被外面的女人迷住，以后不回来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还有3个孩子在这儿呢，他不回来，3个孩子咋办？楚仙一看着像那么不靠谱的人啊。那把3个孩子丢给你，他正好可以和别人双宿双飞呀。哼，别说他刮了胡子，确实还挺俊的。万一被京城大官的女儿看上了，真不回来了，你到时候咋办呢？林如意看他娘担心的不得了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哎，你笑啥呀？娘，你担心的太多了，他不是那种人的。退一万步讲，他要是真这么做了，我还能寻死觅活不成？我自己带3个孩子过呗，有钱有孩子，我还能怕什么呀？她一个现代独立女性，难道少了男人还不能活了？那是他的崽，凭啥你给他养啊？又不是你生的，养不亲的，以后大了他们还是会不认你的。娘，你的担心多余了，你就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，盼我点好吧。反正等楚谢一回来之后啊，得让他多在丈母娘跟前表现一下，不然丈母娘总怀疑他要和野女人跑了，印象极差。行，是我想多了。那他有说啥时候回来吗？暂时还不清楚，还得等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。那过年你们去我们家里过吧，你们孤儿寡母实在有些太冷清了。林如意想了一下，最后点头同意了。他们确实太冷清了，还不如去林家和大家一起过年呢。吃午饭的时候，楚子君突然问道：娘，爹去哪里呀？去外地了，怎么了？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过年前回不来了。哦，那我们还有压岁钱吗？有啊，当然有了，我会给你们的。那太好了，娘最好了，娘是这个世上最好的娘。林如意有些哭笑不得，发压岁钱就是最好的娘了。那我告诉你，不仅有压岁钱，每个人还有新衣服、新鞋子、新年礼物，你们是不是更开心了？哦，真的有吗？对，每个人都有。娘真好，娘就是最好的娘。孙荷花在一旁暗自皱眉，觉得林如意对他们太好了，就怕他们到时候得寸进尺。吃了午饭之后，林如意将他娘和三嫂送到小镇口，然后才慢慢的往家走。他二哥抱着满柜焦急地站在院子里。小梅，你救救满柜儿，二哥以后当牛做马报答你。二哥，满柜这是怎么了？就昨天感染了风寒，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发热了，到了中午热得特别厉害，整个人都没有精神，午饭也不吃，然后就开始抽风，一直在床上抽，嘴里还吐了白沫。小妹，你救救满柜儿，二哥求求你了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去自己屋里找退烧药。他找出来，按照剂量给满柜喝了。翠儿抱过满柜，本来还哭得撕心裂肺的满柜，竟然真的慢慢停下来了。翠儿，你把它放到我屋里去吧。翠儿点点头，抱着满柜到了林如意屋里。小妹，给你添麻烦了，休息一下，等会儿我就带满柜回去。不着急，你们就在这儿住着吧。满柜的情况不太好，随时要找大夫看。你回去太远了，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下，等满柜好了再说啊。唉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满柜，他昨晚上难受哭，我还不耐烦拍了他几下，我不配当爹，我对不住他。二哥，你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，你也不知道他会这么严重啊。说到底你还是需要个女人，毕竟你白天干活晚上带他，尤其是生病的时候确实挺难的。女人自己的亲娘都靠不住，我还敢给他找后娘吗？只怕他以后更不好过。也未必啊，你找一个人品好的，不会对满柜不好的。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啊？人家也看不上我们。哎，你总是这么想，你都没有试过呢。刚才满柜一直在哭闹，还是翠儿哄好的。我觉得这孩子认人，或许他就喜欢翠儿。你觉得翠儿怎么样？小妹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翠儿还是个孩子，你可别胡说八道。你二哥虽然不是啥好人，
但也做不出来这种畜生行为啊。二哥，不是的，翠儿是看着身板小，可是年纪不小了，再有2个月就及笄了。那也不行，看着就像个小孩，而且我比他大5、6岁，又成过亲了，这要是被人知道了，人家戳我脊梁骨啊。他小妹儿平日里办事儿都挺牢靠的，这事儿实在是不靠谱，他怎么想的？既然二哥觉得不妥，那这事儿就作罢了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林祥吃了饭，走进林如意的屋子，就看到翠儿小心翼翼地抱着满棍儿。给我抱吧，辛苦你了，小孩。我有名字，而且我也不是小孩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黄林翠。那以后我唤你黄姑娘行吗？你就和夫人一样，叫我翠儿就行，大家都叫我翠儿，我也习惯了。那你把满棍交给我，我来抱一下，今日辛苦你了。翠儿的胳膊确实很酸，有些抱不住了，慢慢地将孩子递给林祥。2个人尽量地靠在一起，手臂贴着手臂，一直到林如意给林祥和满贵送来药，看到紧挨在一起的2个人，翠儿见状脸唰一下就红到了耳后根，她着急摆手想要解释，她不是要勾引主子的二哥啊。2天之后，秋莹骑着马回来了，给林如意带来了2个消息。夫人，我在第2天中午追上少爷的，已经将信交给他了。少爷看完信后说他会去一趟，只看一下吴知府就去京城，耽误3天的时间。林如意点点头，不介意去看他也是应该的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少爷让我回来告诉您，我们大周和大梁已经打起来了。虽然咱们这里距离开战的地方比较远，但是一打仗，粮草就会比较紧缺。少爷让我们提前备一些粮食在家，怕到时候涨价还买不到。林如意让秋莹先别声张，害怕说出去会引起恐慌。这2天满棍偶尔还是在发烧，温度也不是很高了。林祥拿了2副药子回家了。下午林如意去买了300斤大米，200斤的面粉。粮油铺的掌柜看他买这么多，直接帮他送到了家里。小妹，你怎么突然买这么多粮食啊？哦，反正要吃嘛，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？备上一点好过年。林如意暂时没有告诉林城打仗的事儿，等明天回去和家里人一起说。过年了也吃不了那么多啊。还有我觉得咱们这个伙食可以稍微节约一点，不用吃那么好。林城自从来了林如意这里，已经长胖了很多了，再长下去就没衣服穿了。不好呀，就是正常伙食嘛。还不好啊，每天吃的都赶得上以前家里过年了。大哥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咱们得向前看，别总想着以前，这日子啊会越来越好的。林城点点头，现在确实好。啊，对了，大哥，你一会儿给3哥和4哥送饭，和他们说一下，明天咱们就不干活了，一起回村子看看爹娘，让他们休息1天。好，确实有好些日子没回去了。大哥，最近香姨子做了多少？这个月就要过年了，我计划从26开始让大家休息，就不用再干活了。距离订的货还差多少？这几日做了230块，距离陈家下一次来提货还有3天，这次要拿走400块。如果明天休息1天，后面2天得赶工。这个月陈家一共订了1200块，等3天后将400块交了，还有800块要做，而且还有300瓶洗发水。估计过年没法那么早休息，最多只能等到大年30早上。大哥，那边是不是忙不过来了？需不需要增派人手？不用，我平时没事也会帮忙做，反正也不是重活，我也能做。如果人手不够的话，你提前跟我说，我好出去找人。咱们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，咱们一定得按时交货，保证货品的质量，这样才能做得久，口碑也才能好。你放心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就算我们不睡觉，也会把东西做好，按时交的。那倒是不用，人手实在不够的话，咱们就找人帮忙，给点工钱就是了。你们不用那么辛苦，可千万不能累垮了自己。林如意不怕几个人偷懒，就怕他们太拼了。哎呀，这算啥嘛？我们几个大男人又不是啥几百斤的担子，一点都不累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们知道的。林如意见他大哥这么说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第2天早上，他们回了村子。林如意将昨天买的大米和面粉各分了1半给爹娘。哎呀，你咋带这么多粮食回来了？家里有吃的，而且这些用不着你买，你几个哥哥会买的。娘，
你们存着。我听说咱们大周在和大梁打仗，到时候可能粮食比较紧缺，咱们家人多，多留点粮食心里有底气。家里的粮食可千万别拿出去卖了，不然到时候买不到的。打仗？你听谁说的？怎么又打仗了？我昨晚还和你爹说，今年稻子收成还行，还想拿出去卖一些呢。你小声点儿。你记得之前有京城的人找我们合作吗？他写信来说的，这个消息应该是准确的。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啊，毕竟咱们这儿远，也打不到这儿来，顶多就是粮食紧缺一些，所以你们得把粮食都留着，最好能再囤一些粮食。又打仗，这才消停3、4年，真要把人给逼死啊！不行，我得去和你外婆他们说一下，让他们也囤点粮在家里。哎呀，放心，我不会说打仗，我就随便找个借口。哎，对了，那打仗的话，女婿还去京城做生意，能谈得成吗？他那个子又高又壮，不会被抓去打仗吧？前些年打仗，这官兵就到处抓人，看到男丁就直接抓走，可吓人了。哎呦娘，你就别吓唬我了，他那么大一个人，又会武功，肯定不会有事儿的。好了，这事儿你可别声张啊，自己先备着点儿。哎，也不知道满贯这是咋的了，从昨天回来，嘴里一直念着翠儿，一直吵着要他抱，晚上睡觉也不睡，要翠儿陪着他，老二怎么哄都没用，哭到最后声音都哑了，才哭累着睡着了。你说这孩子该不会真想让翠儿做他娘吧？林如意倒是没想到满贵会这么喜欢翠儿。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过这事儿还是得看二哥和翠儿的意思。哎，那倒是，现在老二对这事儿也挺抗拒的。我之前不是说隔壁村子有个寡妇，我正要托人去问嘛，老二路过听到了，当时就不同意，那脸色特别难看，说自己现在不想再娶妻了。没事儿，慢慢来吧，我正好回去问问翠儿的意思。反正她现在无父无母，说是能有依靠也挺好的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总感觉有些不厚道。你说老三和杨柳吧，好歹老三也没成过亲，也没有孩子，两人年岁相差也不大。老二和那个翠儿，这年龄相差好几岁不说，老二又是那么一个状况。娘啊，这件事儿你就别想太多了，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，万一他俩人就看对眼了呢？别想了，赶紧去做午饭吧，天这么冷，吃点暖和的饭。行，我去准备饭菜。半下午就回去了。当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雪，晚上林如意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楚谢意穿着单薄的裘衣，戴着手铐和脚链，赤脚站在雪地里，被活活的冻死在了雪地里。他直接被吓醒了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可是做噩梦了？哦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回夫人的话，现在是卯时了，您是要再睡一会儿还是起来呀？哦，你去歇着吧，我再躺一会儿。是，夫人有事唤我就是了。林如意躺在床上也睡不着，回想到梦里楚谢意的模样，心里一阵的后怕。古代又没有电话，根本就联系不到他。又过了10天，秋莹来找林如意，说是楚谢意飞鸽传书送来一封信。林如意赶紧接过信看了起来。楚谢意说他去过利州看他师傅了，他在吴家陪了师傅3天，然后就继续启程前往京城去了。信里还说了想他和孩子们，叮嘱他们要照顾好自己。秋莹，我能写信给他吗？用你们通讯的工具，大概多久能到他手上啊？回夫人的话，你写好了交给我，短则7日，长则10日，便可到主子手中。那我写封信给他，你帮我传给他吧。好的，夫人，信鸽传信不能太重，所以内容的话尽量简短一些。我会将信纸裹得很紧，拴在信鸽的腿上，不妨碍它飞行，也不容易被人发现。我知道了。母子4人说话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院子外面有人敲门。春露去将门打开，竟是好些时间未见的陈文琪。陈公子，好久不见啊，今日怎么来了？如意，好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今日来啊，有3件事找你，你可有空？林如意点点头，邀请陈文琪去屋里坐。不知陈公子说的3件事是什么呀？这第一件事啊，就是我刚谈了几笔大买卖，年后香姨子和洗发水都要加量，
以后每个月1500块香姨子，再加上500瓶洗发水。林如意轻轻点头，这确实是个好消息。陈公子，我前些日子无意间听别人说咱们大周好像在打仗，你可有听闻？这事儿是真的吗？这也是要和你说的第2件事。我也听说了，大周确实和大梁开战了，只是暂时打得不是太厉害。你们最好先囤点粮食在家，以免后面粮食大涨价。那既然在打仗，你这生意怎么还越做越好了？打仗不是应该粮食赚大钱吗？怎么这种东西也能卖得好啊？有人的地方就有买卖，咱们大周和大梁打仗，别的国家又没有。我这次是和以前认识的白马国的朋友做的生意，他们是一个小国，每年都靠进贡给旁边的国家打好关系。他们那边没有香姨子，我朋友看了你做的香姨子，当即就说要带回去卖，还和我签了契约呢。既然陈公子有渠道，自然是好事儿，我们这边倒是没什么意见。那这第3件事儿又是何事啊？你还记得曾红杰吧？林如意突然听到这个名字，心口也颤了一下。啊，我记得，怎么了？他失踪了，已经失踪快2个月了，曾家一直在找，至今还没有找到呢。据悉他失踪前夕是来咱们白沙镇了，还有人在白沙镇见过他和他的小厮呢。但是突然就失踪不见了。曾家人报了官，官府的人还在调查，到时候可能会到你家来问问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找我问什么呀？我没见过他。因为曾家知道他以前和你合作香姨子的事情，他上一次来白沙镇不也是找你买了香姨子？听说半路遇到了贼人，将他们的香姨子都泼水冲没了，还将他打了一顿，手臂都断了一条，又被马给踩了，人差点没了。既然和你们有过交集，又是在白沙镇失踪的，肯定是要来找你们问问。你也别担心，官府的人没有证据，也不会将你们怎么样的。我倒不是怕，我又没有见过他，随便官府的人怎么查。他现在就希望那4个冒充什么4鬼的人千万别被官府的人抓到，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招的。好，到时候若是遇到了麻烦，你让人去家里找我，我们和县令有些关系，可能能帮上忙。好嘞，多谢。哎，怎么没有看到楚兄啊？他又出去忙了吗？他有点事儿出远门了，年后才能回来。好，那你们平时若是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帮忙，就让人去陈家找我便是。现在到大年15之前，我都会在家的。好。对了，大年26我会宴请平日生意上的朋友吃饭，你若是有空就去家里吃顿便饭吧。陈公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那天有事儿就不去吃饭了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夫妻再请你吃饭吧。陈文琪想了想，也是，她一个女人，男人又没在家，她去了也不合适。好，那等楚兄回来，我再单独请你们吃饭。那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晚上林城从窑厂那边回来，天已经快要黑了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马上要过年了，香姨子还差点，我就在那边帮忙赶工。那能做完吗？大年30应该能做好。今天陈文琪过来了，说年后每个月还要多加500块香姨子和洗发水，你们那边能忙得过来吗？能啊，每天多干几个时辰就好了。大哥，若是实在忙不过来，就找人帮忙吧，你们自己平时也多休息啊。找谁啊？这东西可是好东西啊，找外人能信得过吗？我们累点就累点，几个大老爷们儿还怕累吗？林如意看他哥这般防备，本来还想告诉他们年后他们要走的，还是尽量找2个亲信吧，以后生意越做越大，肯定忙不过来的。你可以看看嫂子娘家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呢，给他们算工钱就是了。小妹倒是提醒我了，你嫂子有2个弟弟，人品还可以，还没有成家，人也老实，今后倒是可以让他们来帮忙，工钱不用那么多。你看着办就行了，反正今后这里你来管，招人做事儿，工钱这些你自己定就行。那不行，你是东家，还是要你说了算。大哥，我让你做主你就放心做，我相信你。那好吧，既然小妹相信我，我就试着看看。林城被林如意这一举动弄得有些懵，只能下意识地点点头。大年30这一天，林如意回娘家去吃饭。林如意去了厨房，看到她娘和2个嫂子正在忙碌地备菜。小妹回来了，路上累了吧？
没有，坐马车回来的，也不远，不怎么累。三嫂，你最近感觉怎么样？还吐得厉害吗？最近好一点了，但是不能吃得太油了。听说3个月之后就好点了，你这也快2个月了吧？再坚持1个月就好了。我没事。杨柳倒是还好，反正现在比之前在家好多了。今天就不用你做饭了，你去歇着就行。你那一身都是新的，别给你弄脏了。林如意她也没有坚持，就出去了。来到外面，看着春露和秋莹坐在旁边烤火，一不小心掉下去了一根儿。这一举动直接看呆了林家人。秋莹也意识到了问题，直接往旁边倒去。林东眼疾手快，一把将秋莹拉住。你没事吧，秋莹姑娘？没事没事，没有。林东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还没有松开秋莹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太着急，冒犯了。无碍，我应该谢谢你救了我才是。林东尴尬地挠挠头。林东走到林如意的跟前，说有事儿让他去那边说。难道是刚才英雄救美之后瞬间心动了？四哥，你找我有啥事儿啊？林东看了看四周，然后才靠近林如意，低声说道：小妹，那个秋莹不简单啊。难道四哥还会功夫？他是看出什么门道了？怎么啦？他怎么不简单了？哪有女子那么厉害啊，能直接从凳子上跳过去，而且她还那么轻松，她是不是会功夫啊？应该不会吧，我平时都没怎么注意，可能是她怕把裙子烧坏了，太激动了，所以才跳起来的吧。你看她那么瘦弱，倒是挺能蹦的。林如意只是笑笑，没有说话。以后提醒秋莹和春露再注意一点，不要再露出马脚了。等午饭做好了，林如意吃了几口就感觉有些饱了。她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饿，又莫名其妙的没有胃口。怎么不吃了？现在日子好了，嫌老娘做的饭菜不好吃了？哪有啊，娘做的饭菜当然最好吃了。就是我这2天有些不舒服，没什么胃口，你别多想啊。哎呦，我说笑罢了，你还当真了？我就是看你比之前瘦了，咋回事啊？生意太忙了，还是想你男人了？不是，生意有3个哥哥帮忙，我没那么操心。可能是天冷了吧，有点受凉了，所以胃口不太好。哦，那你穿厚点啊，是不是袄子不够厚？再让你大嫂给你缝一件厚的。可以啊，反正最近地里没啥活儿，家里也不忙，我可以帮小妹缝一件的。那麻烦大嫂了，等2天我买点布和棉花，你给满雪和满阳也做一套吧。不用不用，给你做就行了，他们有衣服穿，而且小孩子长得快，1年就穿不了了，做了新的也是浪费。没事儿，新的暖和一点。沉香感激的点点头。旁边的楚子君将林如意拉到旁边。娘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？你只喜欢雪姐姐和洋洋弟弟。这孩子怎么还学会吃醋了？谁说的？娘怎么会不喜欢你们呢？都喜欢的。那就好，娘喜欢我们就好，我们也很乖很听话的。林如意知道楚家几个孩子都没有安全感，尤其是现在楚歇意还不在家，他们就更加担心了。娘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娘会一直喜欢你们的啊。娘，我把豆芽给外婆，外婆还夸我了，说我好厉害。我们君君当然厉害了，娘为你感到骄傲。娘，什么是骄傲？就是说你很厉害，被夸奖了，给娘长脸了，娘觉得很高兴，脸上有光，很有面子，懂了吗？楚子君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反正他娘说他厉害，他就很高兴。林如意发现林祥真走开了，当他在院看到林祥的时候，还看到了翠儿也在。翠儿姑娘，你今天吃好了吗？灵儿哥，我吃好了。吃好了就行，你别客气啊。你是跟着我小妹来的，将这里当成自己家就行。对了，翠儿姑娘，之前你帮我照顾我儿子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请你收下。不用了，我也挺喜欢满贵的，我感觉和他挺有缘的，照顾他都是我自愿的，这东西我不能要。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就是一点心意，你收下吧。那我先看看，太贵重的我就不要了。啊，你不要嫌弃才是啊。我不像大哥和老三他们能赚钱，就在家里帮忙干活，
这是我之前去帮忙干活攒的一点钱，东西不值钱，你别嫌弃啊。不嫌弃不嫌弃，挺好看的，我还没戴过呢，谢谢灵儿哥。啊，你不嫌弃就好。那这外面冷，快去烤火吧。好。林如意走了过来，赶紧装作才来的样子。夫人，我要去茅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也是来上茅房的，我不知道灵儿哥。我也是的，家里就这一个茅房，人一多就有点挤，你快去吧。林如意点点头，看两个人之间也挺正常的，所以他就不问翠儿了。吃过饭之后，他们就该回家了。他们回到镇上家里，天已经黑了。我这儿有3个荷包，明天早上谁起来的早，就可以先选荷包。3个孩子顿时就精神了，表示自己肯定是第一个。等孩子们都睡觉了，林如意发呆，突然想到了自己在现代的家人，也不知道他穿越到这里，他的身体怎么样了？是死了，还是昏迷不醒？或者是有别人占了？自己的爸爸妈妈肯定也很想自己吧？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想到了什么伤心事儿？没事儿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我在这陪夫人吧，等夫人睡了，我再去睡。那行吧，那你和我说说楚谢意之前的事儿吧。啊，夫人想知道什么呀？他以前有定过亲吗？回夫人的话，我们主子没有定过亲，他15岁就去边关了，一直在边关带兵打仗，无心儿女私情。而且我们老夫人以前也看不上京城那些娇娇小姐，所以并未给主子定亲。那你们老夫人喜欢什么样的？老夫人说主子喜欢才行。夫人是主子喜欢的，那老夫人肯定也喜欢。林如意当然知道春露这话是故意讨好自己才说的。那你觉得你们主子这次回京去能否安全回来呀？夫人，您放心吧，主子说了能安全回来就一定会安全回来的。你是特别相信你们主子，还是京中有贵人相助？奴婢相信主子。那你们主子之前在边关带兵打仗，在京城里应该没什么朋友吧？他此番回去有人相助吗？夫人，你莫担心，主子虽然以前在边关打仗，京中没有多少好友，但是也是有几位知心朋友的。他们现在在京中都位居高位，定能帮上一二。林如意也有些乏了，时间不早了，睡觉吧。第二天早上，公鸡还没有打鸣，就听到了敲门声。谁啊？我第一，我才是第一个，你们让开。林如意赶紧从床上起来，再去把门打开。祝娘新年好，万事如意，平安喜乐。我祝娘天天开心，越来越好看。楚子君站在后面，看到哥哥姐姐都说了，瞬间就不开心了，板着小脸都要哭了。大过年的可不能哭啊，你不祝福娘吗？他们把我要说的都说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那我祝娘早生弟弟，那这样以后弟弟就是最后一个了，我再也不当最后一个了。林如意都被楚子君的话逗笑了，真是太可爱了，配上他那委屈巴巴的表情，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。行，那你们快进屋坐着，我给你们发压岁钱。谢谢娘。不谢，新年快乐啊！娘祝愿你们健康长大，一切顺遂，前途似锦。谢谢娘。吃过早饭之后，林如意带着一家人去逛街。林如意逛了一会儿，感觉人太多了，大家都跟着她一起去了茶楼。林如意突然有些内急，起身去茶楼的后院找茅房。她刚走到后院，突然2抹黑影出现在她身侧。林如意再一次醒过来，发现自己竟然在自己家床上躺着。春露就在旁边守着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林如意慢慢地坐了起来，好奇地问道。我怎么在家啊？我们不是在茶楼吗？夫人，您还记得什么吗？我就记得我好像去上茅房，然后有2个人，他们要把我抓走，一下就把我拍晕了，然后就不记得了。我正好也有些内急，就去后院找茅房，刚好看到那2个人想将夫人掳走。那2个人见我来了，直接把您丢下就跑了。
我和秋莹将你们送了回来。这两个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把我掳走？你记得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子吗？不记得了，他们蒙着脸，看到我去了，马上就把您放下跑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回夫人的话，现在是未时了。啊，对了，夫人饿了吧？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小少爷和小姐已经用过了，您的给您放在锅里，我马上给您热一下送过来。行，那你去吧。等春露出去之后，林如意开始回想那两个人的事儿。他们应该是有人派来的，到底会是谁想掳走自己呢？这次没有成功，应该还会有下一次，他必须马上搞清楚。很快春露热好了饭菜给他端过来，他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，一点食欲都没有。夫人，您这些日子好像食欲不太好，需要我去请个大夫给您瞧瞧吗？再过几日吧，这2天过年，大夫也要过年的，而且我也不太想喝药。春露点点头，把这些撤了吧，我不吃了。孩子们呢？他们在巷子里和其他小孩玩呢，需要我把他们叫回来吗？啊，不用，让他们玩吧，你们看着一点，我担心抓我那两个人可能还会再来，害怕他们对孩子们动手。你跟秋莹平时多注意一些。是夫人，我们会注意的。那夫人要再休息一会儿吗？林如意点点头，让春露先出去了。等春露出去之后，他在仓库里找一些东西给陈文琪回礼，顺便让他帮忙打听一下那两个抓他的人。第二天早晨吃了饭，他便让春露带着东西跟他去陈家。如意，新年好，快请坐。新年好。林如意让春露将东西拿出来。你也太客气了，不用带礼物的。就是一点小心意，你别嫌弃才是。不嫌弃，怎么会嫌弃呢？这个是红酒，你应该没有喝过，味道和平时喝的酒不一样。哎呦，你这东西看着可价值不菲，我们走南闯北还从未见过呢。这也是之前偶然得到的，我们家里人都不喝酒，正好趁着过年送给陈公子了，也祝陈公子以后生意红火，鸿运当头，万事如意。多谢如意，你真的是太客气了。本来应该我去给你拜年的，你来了不说，还带了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实在是有愧啊。陈公子无需客气，当初如果不是你一路帮助我们家现在还在村子里挨饿受冻呢。我来给你拜年也是应该的，更何况你年前还派人送了礼物去家里。我虽然只是一介农妇，但是也懂得礼尚往来的规矩。今日来其实也是有事儿想麻烦你，是我不好意思才是。如意，你说有什么事找我？林如意赶紧和陈文琪说了一下大年初一发生的事儿，结合春露看到的两个人的外形，和陈文琪详细的描述了一遍。欺人太甚，大过年的找你麻烦，简直是找死。如意，你最近在家注意点，我马上安排人去看看。这个白沙镇不大，要是有生人，很快就能调查出来。有消息了，我马上去通知。这几天我安排几个护院去你那边保护你们。啊，护院就不用了，我家里有3个哥哥，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我就是想麻烦你尽快将那2个人找出来。好，我马上就让人去调查。那就有劳了。没事，那既然你都来了，就留在家里吃顿便饭吧。不了，家里还有3个孩子呢，我相公也没在家，他们比较黏我就不留下吃饭了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请你吃饭吧。陈文琪看林如意都这么说了，也不好再挽留她。第二天，也就是初4，早上他们刚吃了饭，就看到他大哥一家子提着礼物来给他拜年了。姑姑新年好，祝姑姑生意兴隆，发大财。林如意没想到他大哥一家会来给他拜年。林如意和林成夫妻聊了几句家常，林成就说有事情要单独和他说。小妹，年前你不是说以后每个月要再加500块香姨子以及洗发水吗？现在就我和老3老4做，好像有点忙不过来啊。正好你之前提到可以找你大嫂家里的人过来帮忙，我们初2去了她娘家，我和她2个还没有成家的弟弟聊了一下，觉得他们还踏实的，也都是老实人，我想到时候忙不过来就找他们来帮忙，你看行吗？大哥，我说了这事儿你做主就行。
你看好了人，觉得没问题就可以了，工钱也由你来定，以后你就全权负责生产管理这方面的事儿，要几个人做多少活，这些都你决定。我每个月给你10两的管理费，再加2个点的抽成。不用，太多了，我就拿现在的就行。现在林如意每个月给他8两银子，已经很多了。村子里有些人1年都赚不到这个数，不多。虽然给的多，但是要是做错了，你也要承担责任，是要扣钱的。那扣钱是怎么扣的？这个涉及的就比较多了当然扣钱也是在合理范围内的。你敢试试吗？小妹说的2个点是啥意思啊？就是100两给你2两，1000两给你20两，以此类推。林城一听1000两要提20两，光想想就觉得吓人。小妹，我能试试吗？我怕自己做不好耽误了生意。可以啊，那就先试用2个月，如果你能做好，以后就让你做，做不好那你就还做之前的事儿。林城一听瞬间就松了口气。当天林城一家人吃了午饭就回去了。看得出来沉香现在对他格外的尊重。夫人，刚才秋莹说她发现隔壁有人监视我们。隔壁不是住的胡老三吗？监视我们的人是谁？秋莹什么时候发现的？知道是什么人吗？秋莹去倒泔水的时候发现隔壁墙头有人盯着咱们这儿，暂时还不知道什么人，她还在偷偷观察。行，那你让秋莹先别打草惊蛇，看看是不是那天绑架我的人。这几天你们格外小心一点，尤其是多注意孩子们。是。当天晚上林如意将秋莹叫了过来，询问了监视他们的人是什么情况。那边的人很谨慎，暂时没有露出马脚。他们大概几个人？你看得出来他们功夫如何吗？应该是2到3个人，功夫暂时没有看出来，但是应该和我差不多，或者更差一点，不然也不能被我轻易发现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好办多了。明天是初5，你陪我去财神庙上香，咱们来一招引蛇出洞，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。春露就留在家里保护3个孩子。夫人，奴婢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咱们现在对那几个人情况还不了解，秋莹也只是估计的，明天时间太赶了，万一他们还有其他人呢？或者功夫在秋莹之上，到时候你就陷入危险了。主子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保护好你和少爷小姐的安全，奴婢觉得明天太赶了，不如再等2日，多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林如意知道2人担心她，说的也对，她有些操之过急了。那咱们先按兵不动吧，你们看看再说。是。初5她睡到自然醒，起来吃了饭。春露陪她去了妙纯堂的医馆。你怎么来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我确实有些不舒服。那你这次是咋了？来，我给你把脉。我最近总是没胃口，什么也不想吃，人偶尔没精神，做点事情就觉得累，别的倒是没什么。沈妙清给把脉，眼前一亮。好事儿啊！这看病还能有好事儿？你有喜了。你确定我怀孕了？你再好好把一下嘛。看着林如意这么大反应，旁边的春露有些吃惊，到底是太激动了，还是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？沈妙清也看林如意反应很大，他只能再次给她把脉，这一次比之前还要仔细。林如意坐在椅子上，一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。他们一直都做错事的呀，怎么可能怀孕呢？按理说这个套套质量不会有问题吧，不应该怀孕才是啊。你上次来月事是什么时候？是11月20号。上个月没有来吗？林如意摇摇头，确实没有来。那就没错了，确实是滑脉，你怀孕1个月左右了。林如意紧紧地皱着眉头，这也太邪门了吧，他又没和别人乱搞过，那这孩子肯定就是楚歇意的，他就是不想要小孩才拿了小雨伞，结果这都没避孕成功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我没有胃口有影响吗？怀孕确实会影响胃口，你只要不是一点都吃不下就行。
家里做饭注意营养，平时呢不要太累，多休息就行了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只能暂时先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春露陪着她回家，路上春露比之前还要小心翼翼。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我只是怀孕，而且才1个月，不用这么小心的。当然是要小心的，夫人肚子里怀的是小主子，奴婢自然要格外小心，一定要确保夫人安全生下小主子。现在危机四伏，你觉得孩子来的是时候吗？夫人，你请放心，我和春露会保护您和小主子的，就算我们死，也一定不会让小主子出事儿的。呸呸呸，大过年的别说这种话，咱们先回家吧。我怀孕这事儿先保密啊，不要告诉其他人，我怕引来麻烦。春露点点头。2个人回到家里，看到他回去，楚子君快速跑了过来，好像要扑到他怀里。春露见状，直接挡在了他面前。春露姨姨，你在干嘛呀？我要抱娘亲，我要和娘亲说悄悄话。你娘的身子有些不舒服，你不能撞到她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我给你呼呼。没事儿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你有什么事和我说呀？就是哥哥要开学了，我能去书院吗？我也想去上学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能每天那么早起床吗？而且上学不能玩，要一直学习，听夫子讲课，还要完成夫子布置的作业，你能行吗？我可以，我以后和哥哥一起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那行，等你哥开学了，我带你一起去书院，找院长报个名，让你也去上学。楚子君开心地跳起来，就要往林如意身上蹦跶，可是这次春露却没让。林如意安慰了楚子君2句，就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夫人，您这有喜的事儿，需要秋莹飞鸽传书给主子吗？林如意正在想这事儿呢，可是眼下情况不明，又怕半路出了什么事儿，这事儿说不定能成为拿捏楚谢意的把柄。暂时先不用了，反正他说了4月回来，也就3个月时间，避免节外生枝，还是先不说了。那夫人您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给您煲点鸡汤补补身子，有事您叫我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林如意等春露出去之后，一想到里面有个小生命，她心情有些复杂，有开心也有担心。娘，我听你不舒服，你怎么啦？要不要找沈爷爷给你看看呀？我没事儿，我已经找过他了，他让我休息2天就好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看上去不太高兴啊？弟弟说过2天他也要去书院上学了，那我就一个人在家了。那你是觉得无聊吗？楚恩恩点了点头，确实感觉有些无趣儿。这里女子又不能上私塾，即便林如意有钱，人家也不收啊。那巷子里不是还有别的小孩吗？你也有几个好朋友，你可以找他们玩。娘，我想爹爹了。快了，你爹说最晚4月中旬就回来了。那还有好几个月呢。很快的。娘，你不会离开我们的，对吧？当然不会了。你怎么了？谁和你说什么了吗？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到娘不要我们了，还骂我们是野种。梦里的娘好可怕，不准我们靠近，还让我们滚，还把弟弟的腿也打断了。娘，你不会打我们的，对吗？不会，我不会打你们的，也不会不要你们。你放心啊，以后娘会一直在，不会离开你们的。梦都是反的，不要害怕。没事儿啊，娘不会走的，别害怕，咱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。那我们拉钩好不好？骗人的是小狗。好，拉钩。晚上吃完晚饭，陈文琪突然急匆匆的过来了。陈公子，你这么晚过来找我，可是有什么急事儿？我查到帮你的人了。是谁？应该是从京城来的人，我的人去调查过。这几天白沙镇就过来3批外地人，其中1批是过路赶路的，已经离开了；第2批是来探亲的，一直在亲戚家里没有出来；还有1批听口音是京城来的，根据你的描述，应该就是他们了。他们本来是住在酒楼的，
在行踪暴露之后，现在不知去向了。不知去向？那隔壁监视我们的人又是谁啊？跟那些人不是一伙的？那据你调查，京城来的那批人一共有几个呀？好像是4个，3男1女。京城来的会是谁呢？京城的除了薛志廷之外，他肯定是不认识其他人。哦，对了，我发现我们隔壁那一家有人暗中监视我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调查一下，那边的人是谁啊？会不会是盯上你家香姨子的方子的人，想要偷偷学了去？这个我真不太清楚，得调查一下才知道。好，这件事我来调查，你们自己小心一点。麻烦你了。没事，我们是朋友，有事需要帮忙尽管开口。对了，你们酒楼生意怎么样？过年这段时间还行，不过太久没有上新菜式了，以前的菜式客人都吃腻了，估计过了大年15生意会差一些。那我给你几道新菜谱，你可以让你们酒楼的厨子做出来，正好马上暖和起来，有不少蔬菜可以做成菜。那可太好了，你之前给的几道菜谱客人吃了都很喜欢。行，那过2天我写好了，让人送到酒楼去吧。好好好，太感谢你了。都说了咱们是朋友嘛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反正我也不开饭馆，送给你们酒楼也没事儿。陈文琪点点头，感觉林如意就是自己的贵人，怕被人说闲话，说完马上就走了。第2天要开工，他吃过早饭之后就跟着春露去了窑厂。等他到的时候，他大哥和3哥已经到了。你们先别忙了，咱们开个会吧。来，每人1个，开工大吉。3个哥哥愣了一下，都没有伸手去拿。拿着呀，就是意思意思，没多少钱的。最后还是林城先拿的，林福和林东这才伸手去拿。等他们拿了开工红包之后，林如意才先和大家说了一下新一年自己的规划，到时候供货量也会越来越多，他们需要提前准备人手，不然到时候就忙不过来了。林城在这段时间里就再找2个亲信来做，目前大家决定将林祥也叫过来，毕竟是自己亲兄弟，信得过。商量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林如意才跟着春露一起回家去。回到家里，林如意有些累了，回房间去休息。刚一坐下，秋莹就端了鸡汤过来。夫人，这是刚煲好的乌鸡汤，您先喝一点。林如意确实有些饿了，拿着勺子喝了起来。夫人，隔壁一共有3个人，轮流监视咱们。他们基本上4个时辰换一次人，其中有1个女子，另外2个是男子。其中1个男子我看着有些眼熟，好像之前在哪见过，但具体是谁，暂时没有想起来。如果秋莹认识的话，那肯定就是京城的人。那你再想想，能不能想起来，看看到底是谁的人？是。大年初8，陈文琪又来了。你隔壁院子的人是前些日子我调查说来探亲的，2个男人和1个女人。那这么说，隔壁的和之前绑架他的不是同一批人，那绑架他的人呢？走了还是藏在某处，还在等机会？怎么了？林如意想了一下，陈文琪是他的合作伙伴，到时候供货不够，对他也是一种损失，干脆如实和他说了现在的情况。你要去富阳县找地方做香姨子吗？对，是有这个想法，我们打算初10就出发，可是我又担心半路再遇到那些人，我们几个女人又带着孩子，怕遇到不测呀。没事，我护送你们去，我正好要去富阳县办事，而且我在富阳县认识人，你要找什么地方，我找人给你找，应该2天就能搞定。林如意一听，这倒是可以，有陈文琪的帮忙，肯定会顺利得多。送走陈文琪之后，秋莹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说。夫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人好像是陆少爷身边的人，以前我偶然见过一次，是叫彭青。陆君瑶？对，是陆少爷的命会。那你觉得陆君瑶安排人来监视咱们是为了什么呀？陆少爷和我们主子关系好，他此番派人来，应该是为了保护夫人和小少爷小姐的。秋莹显然是对陆君瑶很信任，可是林如意却不这么认为。既然人你认识，不如你将人约出来，我问问他呀。好，我明天去找他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她倒是要看看这陆君瑶到底要干嘛。当天晚上，
林如意梦到回到了现代，还被安排了相亲。她根本不想去，可是对方竟然和楚谢意长得一模一样。等她想要搞清楚怎么回事时，梦竟然醒了。第二天，夫人，我听秋莹说隔壁的人是陆少爷的人，您打算见见是吗？你觉得我应该见见吗？奴婢觉得其实可以见，至少搞清楚他们的目的啊。那你猜猜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奴婢不清楚。秋莹说陆君瑶和夫君关系好，应该是来保护咱们的。你觉得会是这样吗？按理说这个可能性很大。陆少爷和主子有过命的交情，我们主子曾经救过他的命，现在主子回京去了，他安排人来保护夫人和小主子们也是情理之中的。只不过什么？主子失踪好几年了，陆少爷这几年和右相走得近，右相以前跟我们老将军不怎么对付的，奴婢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反正到时候问了就知道了。林如意点点头，那个陆君瑶是敌是友，现在根本说不好。夫人，人我联络到了，他就在院子外面候着，您现在要见吗？林如意点点头，秋莹就将人带过来了。小的彭青见过楚夫人。客气了，秋莹叫你过来，应该和你说了是怎么一回事吧？你直接说吧。回楚夫人的话，小的是受我们公子的命前来保护夫人和几位少爷小姐的。林如意闻言根本不信。你们是从京城过来的吗？是。京城到这儿路途遥远，你们来的时候用了多久啊？大概1个半月。林如意轻轻点了一下头，看春露的表情也带了几分怀疑，她应该是和自己想到一处去了。你们公子倒是有心啊，在我夫君还没有离开之前就派你们来保护我们了，是料定我夫君会去，还是有别的安排啊？夫人多虑了，我们公子和楚将军情同手足，他也是担心你们在这里受欺负，才安排小的来暗中保护夫人的。那你们公子可真是有情有义啊，既然他安排你们过来，我也不客气了。大年初一我差点被人绑走了，你们不是保护我吗？怎么保护的？那天确实是小的失职了，回京会向公子请罪的。不过事后我们已经找过那几个人，将人给收拾一顿赶走了。那绑架我的人又是何人呢？那几个人自称是富宁县曾家的人，好像他们和你有过节。曾家？莫不是曾宏杰家里的人？可是陈文琪明明说那几个人是京城来的，难道他把人弄错了？哦，那既然如此，我还得感谢你们出手帮我解决麻烦了。那你们公子安排你们来，可有给我带什么话吗？我们公子只让我们几个好好保护夫人，并没有让我们带话给夫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便麻烦你们了。其实你们也不必这么辛苦，一天12个时辰都盯着我。我在家的时间很多，一般没什么危险，你们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公子派我们来保护夫人安全，我们定当格外谨慎，不能让夫人出一点差错。林如意见状也不再说话了，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。彭青倒是识趣儿，看林如意这样，直接就提出了先走。春露啊，你也听见他说的话了，你觉得可信度高吗？夫人，我对这人不太熟悉，如果真是陆少爷派的人，应该是真的，只是他说的保护可能并不全是。啊，那你觉得他们还有什么目的啊？奴婢斗胆猜测，他们应该是来盯着咱们的，方便以后控制咱们。其实林如意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眼下他们没有证据，所以也只能先这样，往后只能自己加倍小心了。你想办法通知一下夫君，让他提防陆君瑶，咱们平时也多注意一些。是。初11一大早即去了富阳县，带着3个孩子去逛街。马车刚到城门口，突然脱缰的马直接向着他们的马车冲了过来。当心！随后马车就开始剧烈的颠簸起来。车内的林如意反应很快。娘！别怕，没事的，没事啊，娘在呢。还好马车又颠簸了几下，慢慢的稳了下来。夫人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春露的目光一直盯着林如意的小腹，那里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。没什么大事儿，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吧。春露出去之后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那风马脱缰了，直接向着我们撞了过来。我们的马也受惊了，就一直在发疯。春露顺着秋莹的方向看了过去，看到一匹枣红色的马躺在地上。赤霞，三哥，你疯了！你把我的马杀了做什么？林如意轻轻地探出脑袋，竟然看到一个身材颀长、长相俊朗的男子站在他们马车旁边。这位夫人，你们没事吧？刚才是我妹妹的马惊到你们的马车了，我前来道歉。如果受伤了，我们付全部药费。我们车上有孩子，被吓到了，磕了一点小伤，别的倒是没什么了。那需要请大夫看看吗？不必了。你们没事就好，让你们受惊吓了，真的很抱歉。这会儿时间也不早了，不知夫人府邸在何处？明日我携妹妹带点礼物登门谢罪。不用了，我们并不是这儿的人，也是路过一下。公子已经道过歉了，带礼物道歉就不必了。我们还有别的事情，先走了。春露在一旁看到男子，心头微微一怔，一直低着头不敢说话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多谢夫人的宽宏大量了。林如意轻轻笑了一下，然后让秋莹赶车回到客栈。春露上马车之后，欲言又止地看了林如意一眼。他怎么这个表情啊？难道刚才那人他认识？又是京城来的？林如意心里虽然好奇，但是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她也没有问出口，等回到客栈再说。很快秋莹就将马车赶回了客栈。春露，你去问问掌柜的，找个大夫过来，我感觉有些不舒服。好的，夫人，您先休息一下吧，我马上去请。娘，你哪里不舒服呀？娘的肚子有点疼，应该是吃坏东西了，找大夫过来看看。放心吧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娘，你的肚子里是不是有弟弟了？林如意身子一怔，谁跟你说的？没有人跟我说，我前2天做了个梦，梦到娘抱着一个小男孩，是娘生的弟弟。娘肚子里确实有个小宝宝，但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其他人，要是被坏人知道了，娘的小宝宝可就要被他们偷走了。娘，小宝宝不是在你肚子里吗？坏人怎么能偷走？如果是坏人，那肯定会伤害娘的。如果娘受伤了或者出事儿了，宝宝肯定就没了呀。反正你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，也不好和君君和轩轩说。你可以答应娘吗？我答应娘，谁也不会说的。那娘告诉爹爹了吗？你爹不是还没回来吗？等他回来再说吧。可是爹爹不是给娘写过信吗？娘没有给爹爹回信。娘，你也可以写信给爹爹说呀。爹爹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非常开心的。没事的，你爹在外面办事儿，不能分心，还是等他回来再告诉他吧。反正他回来也没多久了，不着急。那好吧，以后娘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我要听娘的话，和娘一起保护小宝宝。好，那你去休息吧。春露姨姨给娘去请大夫去了，娘想躺着歇一会儿。娘你快躺下。娘，你要喝水吗？我给你倒一杯吧。谢谢安安。林如意看着楚安安，现在才大半年的时间，她比之前长高了不少，人也变白净了，已经有了祸国妖妃该有的模样。没一会儿，春露就带着大夫来了。大夫年纪看上去不算大，大夫进门之后也没有多问，上前给林如意把脉。说说哪里不舒服？小腹隐隐作痛，别的暂时没有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痛的？做了什么？还是吃了什么？就半个时辰之前，我没吃什么，被撞了一下。你知道自己怀孕了吗？林如意点点头，算是回答了。既然知道自己有喜了，为何还要被撞？你这明显是动了胎气。这几天卧床休息，喝2副安胎药，要是见红了就再去找我。大夫，我这个严重吗？会流产吗？暂时还不知道，你要是想保住孩子，就卧床几天，把安胎的药喝上。好，大夫开了药方，让春露拿着药方去抓药。春露送大夫出去，等他再次回到房间里，看到林如意还坐在床头。夫人，你快躺下吧，一定要谨记大夫的话，可不能再动胎气了。我没事儿，你先去拿药吧。夫人，奴婢已经让秋莹去拿了，你先躺下，我让小二炖点鸡汤给你补补身子。
林如意看了一眼春露，撞咱们的人你认识吗？夫人，那位公子是纯亲王的三儿子，去年才被封了世子。他不是世子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而且这还没有过大年15，这里距离京城这么远，他没有在京中过年。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当时我也只是偶然见过他一面，得知了他的身份。毕竟这册封世子的事儿在京中也是大事儿，很多人都知道。不是一般王爷的长子才能被封为世子吗？一般来说是这样。纯亲王一共有5个儿子，嫡出的就是今天见到的靖宇世子。他还有一个大哥，在10岁的时候夭折了，本来早就该册封他为世子的，但是小时候他一直生病，找了护国寺的大师算过，说他18岁之前不能在京中生活，不然会和他大哥一样。纯亲王妃怕他再出事儿，就将他送到娘家养着了。他娘家距离京城有些远，所以靖宇世子去年年满18才回京城去册封了世子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我那会儿看秋莹手也受伤了，你让她自己拿点药。手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得好好保护一下。春露愣了愣，随即轻轻点头。晚上肚子也没那么疼了，林如意并没有睡着，只是在闭目养神。听到春露进来，春露，陆君瑶安排的人还跟着吗？春露点点头。那他们肯定认识那什么世子吧？应该是认识的。那你说他们会告诉陆君瑶咱们遇到世子他们了吗？我感觉会，毕竟靖宇世子身份可不低啊，纯亲王和老将军有点交情。那你感觉这位世子和咱们真是萍水相逢吗？这个我也不好说，对于靖宇世子我不太了解，实在是猜不到他的目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纠结了。今天是14，明天正好赶过元宵节，孩子们好像也挺想去看灯会的。第2天早上起得也早，吃完早饭大家就去街上逛街。今天的街上可比前2天热闹多了。林如意感觉有些吵，她就找了一个喝茶的地方坐着，让秋莹带着3个孩子去逛街。吃过午饭，林如意感觉有些累了，可能是怀孕的缘故，她很容易累。一会儿你们去逛吧，我回客栈休息一下。那我陪夫人回去休息吧。秋莹，你带小姐他们玩，有秋莹保护孩子们就好了。她必须要保护好林如意，尤其是她肚子里现在还有孩子。也行。林如意就跟着春露一起回了客栈。林如意坐在床上，不知为何右眼皮突然跳了起来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眼皮一直在跳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先休息一下，看看睡一觉会不会好。林如意慢慢地躺下身子，打算先睡一觉再说，却突然听到门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就看到秋莹捂着胸口，嘴角带着血丝。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夫人，奴婢该死，没有保护好小姐，让小姐被奸人掳走，请夫人责罚。林如意一听楚安安被人绑走了，脚步后退了2步。夫人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先坐下，让秋英把话说完再说。娘，二姐被坏人抓走了，他们有好多人，他们还打伤了秋莹姨姨，你快去救救二姐呀！秋莹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带着小姐他们在外面玩，小姐说内急要去上茅房，然后我就陪她去了。突然冲出来5个人，个个武功高强，把我打伤了，直接将小姐掳走了，还留下了一句话，说是若是想要救小姐，让夫人去京城找他们。去京城？那些人是从京城来的，那肯定是因为楚歇意，他们将楚安安带走，又要他去京城才放人，显然是要将他们一家人都弄去京城，用他们来牵制楚歇意。那是彭青的人吗？不是，彭青他们还出来帮忙了，但是对方武功太高，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娘，他们为什么要带走安安，还把她带去京城那么远的地方？林如意看着楚子轩，他们爹的身份他暂时还不打算跟他们说，毕竟是孩子嘛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你带弟弟回你们房间休息吧，我和春露姨和秋莹姨商量一下好吗？楚子轩想了一下，他马上带着楚子君离开。等2个孩子一走，林如意看着还在地上跪着的秋莹，先起来再说吧。古代是严重的重男轻女，要绑架的话应该绑架楚子轩或者是楚子君，为何那些人偏偏绑走楚安安呢？
绑走安安的人，他们还说什么了？秋莹轻轻地摇了摇头。那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想法？夫人，您现在身子不方便，去京城的路途遥远，而且对方是什么身份都不知道，我只怕这是个陷阱。那你们的意思是不管安安了？不是，主子不是在京城办事吗？不如先飞鸽传书给他，看看他怎么说。那些人从这里回京城，赶路最起码也有1个多月，他们既然想让您去京城，肯定不会对小姐下毒手的。所以咱们可以先和主子商量一下，把消息传给楚谢义需要多久？如果顺利的话，送到主子手上大概需要20天。林如意紧紧地皱起眉头，那肯定是等不了。楚安安一个小姑娘，现在肯定很害怕。不行，我等不了。连夜回家，我回去和我爹娘说一声，然后咱们就启程去京城。你们现在给楚谢义传消息，让他到了京城开始找安安，再告诉他咱们也去京城。夫人，其实我还有个法子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有办法尽管说就是了。夫人，你可以去找一下靖宇世子，他怎么说也是世子，应该有人脉。若是能得他出手相助，那些人肯定没有走远，说不定能尽快把小姐找回来。林如意愣了一下，他是世子，肯定会有别的法子，找他帮忙肯定是目前最快最好的办法。行，秋阳，你回房间休息去吧，春露陪我去找周公子。你们找谁啊？小哥，我们找周公子，麻烦你帮忙通报一下，就说林如意有急事找他。等着吧，我去给你问问。周公子未必在府上，他可能外出了。小厮说完转身就进府去了。林如意站在门口等着，只希望不要那么凑巧。林如意站的腿都有点酸了，才看到小厮带着周靖宇出来。夫人，听闻你有急事找我，怎么了？要不进府坐下说。周公子，我是来求你帮忙的，我女儿被人绑架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人呢？夫人，你别急，你先和我说说怎么回事，我马上安排人去找你女儿。林如意将秋莹说的又重复了一遍给周靖宇，只是暂时未提那些人让他去京城。那些人不可能突然绑走你女儿，你想想啊，是不是你的仇家？他们肯定早就盯上你们了，然后找了一个机会下手。周公子，实不相瞒，那些人应该是我相公的仇家，具体是谁我也不太清楚。你相公的仇家？那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有点线索才好下手，不然现在就派人去找，也可能是大海捞针啊。林如意在犹豫要不要告诉周靖宇实话，就听到春露开口了。周公子，绑走我家小姐的听口音是京城人士。夫人，你先别急，我马上安排人去找一下，有消息了我马上派人去通知你。谢谢周公子，谢谢你了。没事，互相帮助应该的。那你要不要进府去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安排人。不用了，我回客栈等着就行，就不进去叨扰了。好，那你们回去等着，你们自己也当心，我就先进去了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带着春露离开了。两个人回到客栈，正好遇到了陈文琪。他看林如意脸色不太好。如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陈公子，我女儿被人绑走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说看，我在这里认识些人，说不定能帮忙找找。林如意点了点头，马上又将楚安安被绑走一事说了一遍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别急，我去联络人帮你找女儿。他去联络道上的朋友，那些人若是离开城里，经过富阳县周围的山路，他那些兄弟就能够发现。林如意刚回到房间，楚子轩就过来了。娘，有人在我们的屋子扔了一封信，我打开看了，有几个字我不认识，好像是说安安的，你快看看。林如意闻言马上接过纸条看了起来。不准报官，45天在京城见不到你人，他的尸体将会被挂在京城的城门上。林如意身子轻颤了一下。娘，这上面说什么呀？他们要把安安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就是让咱们去京城接安安，你愿意去吗？我愿意去，我要去救妹妹。我也要去，我要去救二姐。你们可以去，但是必须要听我的话，路上为了赶路肯定会很辛苦，你们也要坚持，能做到吗？可以，我不怕辛苦。我也是。那你们先回房间去吧，我和春露姨姨商量一下，把你们东西收拾一下，等我通知，好吗？两个人点点头，马上就回去收拾他们的东西。
今天晚上再等一晚，看看周公子那边有没有消息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明天出发回白沙镇。我回去交代一下，咱们出发去京城。春露一脸担忧地看着林如意，她现在才怀孕1个多月，不适合长途跋涉。可是看她这么坚决，也只能点头答应了。第二天，外面天一亮，她就起身了，带着春露就去白府找周靖宇，希望他那边能有消息。他们到白府门口，小厮一眼就认出他了，马上就帮他去找周靖宇了。周靖宇出来看到林如意之后，楚夫人，我昨天马上派人去找了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消息，整个富阳城都搜了个遍，并没有发现那几个人，去外面找的人还没有回来，抱歉。周公子无需说抱歉，你能帮我找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估计那些人已经离开了吧，他们要求我去京城，我一会儿回家一趟，和家里人说一声，起身就去京城了。你让你的人回来吧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去京城？我也打算这2天去京城，路上我们可以同行，也能有个照料。我安排我的人马上赶回京城，到京城了，我的人手多，找起来可能更方便。我明天就出发去京城，周公子，你方便吗？可以，那你明天从哪里出发？我们找一个折中的地方汇合。我从白沙镇出发，你看哪里方便？从这里出发，走100里有个驿站，叫文峰驿站，我们在那边汇合吧。谁先到，谁就等着，你看如何？可以。那你先去忙吧，明天我们在那边碰面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明天见。林如意说完就带着春露走了。林如意回了白沙镇，让春露陪她去了窑厂，她要先把这边的事情交代给她大哥，然后才能安心的出发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我赞同大哥的。大哥，三哥，我必须要去。安安是我的女儿，我不能不管她。那些人带走安安肯定是有目的的，你一个女人在京城无亲无故的去了不就是？而且那丫头也不是你生的，你要是去了，爹娘怎么办啊？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说啊？林如意听到林城的话，轻轻的皱眉。现在自己有身孕了，母性彻底被激发出来，更加不会不管楚安安的。大哥，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坚持。京城我肯定要去，爹娘那边我暂时还不打算说，希望你们能帮我隐瞒一阵子。你坚持啥呀？你去过京城吗？你知道怎么走吗？去京城那么远，路上遇上了危险怎么办？不行不行。小妹，那些人到底为什么要绑走楚安安？还非要你去京城才放人？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必须要去。你知不知道去京城有多远？你怎么就是说不听呢？妹夫不是去京城了，你写信给他，让他去找楚安安。那就来不及了，大哥，你别说了，我是来通知你们的，不是和你们商量。不管你们怎么想，这京城我是去定了。林家三兄弟见林如意态度这般坚决，知道他们是说什么都不行了。那我现在回去告诉爹娘，看他们让你去不？你现在要是去，我马上就走。小妹，你去了能干嘛呀？你又不认识人，你也不会功夫，爹娘那么疼你，要是你有什么闪失，你让他们怎么活呀？乖，你给妹夫写信，让他去找楚安安吧。大哥，你不用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我已经跟陈公子说好了，以后生意上的事情他就和你对接了。还有富阳县那边的宅子我也已经买好了，秋妍会在家里待一段时间，到时候他带你们去那边。我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，我会留点钱在家里用来周转，别的钱我就带走了，以后你们的工钱可以从赚的钱里面拿，赚多赚少就看你们了。好，小妹既然决定去，那就放心去，家里的事情交给我们就是。谢谢你，三哥、大哥、四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。四哥，这是应该的，以后爹娘就麻烦你们多照顾了。我先回去收拾东西了，明天一早出发，你们都别去送我，继续干活就行。林如意狠狠心，转身走了。老三，你为什么要同意他去啊？你知不知道京城有多远？一个妇道人家，路上要是出了事儿怎么办啊？大哥，你还没有发现吗？小妹早就不是之前的小妹了，她有自己的主见，而且她很聪明，比我们几个都聪明，而且她做事果断，你是拦不住她的，不如把她交给咱们的事情做好。林城被林福的话说得哑口无言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怎么反驳他。我觉得三哥说的对，小妹确实很聪明。
兄弟三人没有再说话，但是大家都是心不在焉的，明显还是在为林如意担心。林如意回到家里，翠儿在林如意回房间的时候，她跟了上去。翠儿，你有事儿吗？夫人，你们是不是要去京城了？我能和你们一起去吗？我是你买的奴婢，我想去伺候您。翠儿，去京城太远了，马车也就这么大，还要带很多东西，你就别去了。而且你还得留在家里给我几个哥哥做饭呢，你走了他们连饭都没得吃了。你就在家吧，等我们找到安安就回来了。夫人，你真的会回来吗？当然会了，这里还有我的家人，我肯定会回来的。好，那翠儿在家等夫人，夫人你一定要回来，翠儿等你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只是出一趟远门，又不是死了。哎，夫人快陪散下，那话不吉利，不能说。呸呸呸，我胡说的。行了行了，别难过了，我肯定会回来，你就在家等我吧。翠儿连忙点点头，转身就去给他收拾东西了。第二天早上就听到敲门声，林如意她跟着春露去门口看看，一打开门竟然看到林东背着一个包袱站在门口。小妹，我陪你去京城。林如意听到林东的话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咋了？我不能去吗？四哥，你别闹了，京城很远的，而且你走了这边怎么办？让老四陪你去，家里交给我和老三就行。要是你不带老四，你就不准去。这个是他们三兄弟昨天晚上商量一晚上的结果。既然无法阻拦他去京城，那必须得让一个人跟着。可是现在就忙不过来了，四哥要是跟我走了，你们不是更忙不过来吗？这些不要你管，反正我们会自己想办法搞完的。大哥，我虽说是打算将这里的事情都交给你管，可是你也担心出错。如果四哥跟我走了，你们肯定得找人，万一找的人品不行，把房子泄露出去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事儿？你不用担心，我打算将老二叫来，让你大嫂也来帮忙，他们都是自家人，肯定不会泄露的。再说了，翠儿也可以帮忙啊，她每天除了做饭外也没别的事情，前些天她就在外面帮忙，做的也挺好的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不说什么了，那就让四哥跟我们去吧。你们在家也得当心一点。还有，如果让翠儿去帮忙，工钱你另外算给她。不用了，夫人是我的恩人，我做那些都是自愿的，就按照现在的工钱算好了，我不能再要了。这里有吃有住的，我也用不了那么多钱。傻丫头，你付出了劳动，那是你应得的。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出发了。我会写信报平安的，到时候你们去找彭城书院的方院长，让他帮忙念一下信。好，你们保重，一路平安。等他们收拾好，陈文琪也带着2个会功夫的小厮。好在半下午的时候，他们就赶到了周靖宇说的那个文峰驿站。夫人，我没有找到靖宇世子他们，咱们是继续等还是赶路啊？因为驿站只能给官差住宿，他们不能住在这儿。从这里到最近的镇大概要多久啊？回夫人，按照咱们的速度的话，大概还需要1个时辰，再等半个时辰吧。大家也下车活动一下。林如意说完，率先下车了。林东也从马车上下来，走到林如意的跟前。小妹，这是何处啊？我看那边有官兵守着，是不是不能进去啊？这是驿站，只能官差才能住。咱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等我一个朋友，他是京城人士，咱们路上和他们同行。啊？你什么时候认识京城的朋友？怎么没有听你说过？也是上次去富阳县认识的。四哥，我那个朋友身份尊贵，你到时候在他面前注意一点。他还有个妹妹，脾气不太好，大小姐脾气你当心一些啊。当然你也别害怕呀，只要正常相处就行了。那我不和他们说话就是了。那倒是不用，反正正常交流就行了。好吧，到时候见到人再说吧。啊，对了，四哥，你千万不要提相公的事儿，他的名字也不要提，这个一定要记住。如果他们问你，你就说他是个猎户，姓楚就行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妹夫的名讳怎么了？他们难不成还认识妹夫啊？林如意知道瞒林东是瞒不住了，于是和他说起了楚谢义的身份，以及他此番去京城的目的，包括抓走楚安安的真正原因。你说妹夫是大将军，带兵打仗的将军？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就是怕你们被牵连进去。
我本想等他回京城处理好了回来，再跟你们说这些事儿。可是眼下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我只能先和你说。所以你千万要记住，不要提到他的名讳，也不要提他的事儿。如果我朋友问起来，你就说不清楚，一概不知道，明白了吗？林动一脸茫然的点点头。现在他脑子已经完全不够用了。两个人说话间，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。等策马的人停下来，才看清楚马背上正是周靖宇，马上翻身从马背上下来。楚夫人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早上有点事耽误了，抱歉。周公子客气了，我们也是刚到。哎，就你一个人吗？没有其他人？不是，还有人。我看时间不够了，怕你们等太久，我就骑马先来了。我妹妹和随从稍后就到，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驿馆吧。这驿馆好像只能官差才能住吧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可以住吗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你们先在这里等下，我进去交涉两句，等会儿我来找你们。林如意自然知道周靖宇有办法了，人家可是亲王家的世子爷，这点事情肯定是不在话下。周靖宇进去没一会儿就出来了，让林如意他们先进去休息，房间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周怡蓉他们才到驿站，脸上蒙着面纱，到了驿站直接就回了房间，说饭菜送到屋里吃。林如意和周靖宇吃饭的时候，顺便问起了周怡蓉的脸怎么样了。没怎么说很痒，就打算明天看看能不能到利州城去找个好一点的大夫再看看。林如意一听，这心底立马就盘算起来。周公子，有个大夫给了我一种药，涂上2天就好了。我这儿正好还剩一些，可以给周小姐试一试。那你带在身上了吗？我带着呢，就在行李里。我一会儿找出来给周小姐拿过去。好，那就多谢楚夫人了。周公子客气了，这一路还得多麻烦周公子呢。楚夫人言重了，大家相互照应，而且我们现在应该也算是朋友吧。林如意点点头。如果周靖宇不是有目的的接近他，不是和楚谢意站在对立面，他倒是不介意多他一个朋友。既然是朋友，那就别再说那些客气的话了。林如意爽快的点点头。两个人吃了饭，林如意就起身回房间去拿药。夫人，你那个药膏放哪儿了？我去找吧。哎，我荷包怎么没有了？是不是掉马车上了？春露，你快去给我找找。春露愣了一下，随即点了一下头，马上就出门去马车上给他找荷包。林如意也趁着春露离开之际，直接进入了自己的仓库，快速找了2支治过敏的药膏，拿了小罐子出来了，就听到了脚步声，估计是春露回来了。他马上走到行李跟前，假装随意的翻找起来。找到了。夫人，我去马车上找了一圈，并未发现您的荷包啊，您是不是放在其他地方了？哦，是，我刚才又找到了，应该是我记错了，现在记忆力不太好，你别介意啊。没事儿，夫人，您的荷包找到就好。那这个药膏可是夫人那会儿和周公子说的？就是这个。走吧，你陪我把这个给周小姐送过去。夫人，要不然我给周小姐送过去吧，您就在房间里休息。春露想到现在这个药膏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她就一力承担下来，一定要保住林如意。没关系，我那会儿休息了那么久，现在没有多累了，我还是亲自去一趟，顺便告诉她要怎么用。春露看林如意这么说，可是心里还是有些担心。咋了？你有事儿吗？夫人，周小姐的脾气有些不好，而且她很在意自己的脸，您的药膏如果能治好她脸上的伤，那自然是好事儿。我怕若是她到时候肯定会找您麻烦的，所以我想我送过去，到时候若是出了事儿，我一力承担下来。你放心，这药膏一定没事的，我既然知道他们的身份，自然不会做冒险的事情。那我陪夫人去找周小姐。林如意带着春露来到了周怡蓉住的屋子。你的药膏真的能治我脸上的疹子？周小姐，我也没有10成的把握，不过我当时和周小姐情况差不多，用了这个药膏马上就好了，所以我带过来给周小姐试试。至于能不能治好，我也不敢打包票。那你给我试试吧。林如意将药膏递给了周怡蓉，并告诉她怎么用，1天擦几次。
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不喜欢见着别人，你来给我送药，肯定也想要些啥吧？周小姐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什么也不需要。不用装了，你不可能什么都不要的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。周小姐确实误会了，我与你们兄妹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因为撞马一事相识，后来误会解开了，就算是朋友。朋友之间互相帮忙不是应该的吗？还是周小姐并不拿我当朋友啊？也对，周小姐身份尊贵，我确实不应该想着和周小姐做朋友。那我就不打扰周小姐了，我先走了。咦，自己在心里都狠狠鄙视了一番，真是有够绿茶的。你等一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没有看不上你。真的吗？周小姐愿意和我做朋友？哦，要是你的药真能治好我的脸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去京城，我罩着你。那你好好休息啊，这个药膏坚持擦，明天应该就好一些了。我也回去休息了，咱们明天见。去吧去吧，要是明天我的脸没有好，我可不会和你做朋友。林如意笑了笑，这种话他家安安都不会说了，还真是幼稚。和周怡蓉告了别，他就回房间休息。夫人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就是想安安了，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夫人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小姐她吉人自有天相，而且小姐很聪慧的，肯定不会出事儿。我就是怕她太聪明了，我反而担心她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如果她趁机跑了，自己又这么小，她又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路上遇到其他坏人怎么办？夫人，那几个人能将秋莹打伤，身手肯定不简单。小姐虽然会一点小小的拳脚功夫，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嘛，他们定然不会让她跑的。林如意现在只希望楚安安不会跑，乖乖地跟着他们去京城，等着他们去接她就是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在驿馆吃了早饭，大家装好水就继续启程出发了。周怡蓉擦了林如意给的药，脸真的好多了，疹子消了一些，也没有那么痒了。她开心得不得了，连带对林如意的态度也好多了。如意，快上来坐。林如意点点头，爬上了马车后，坐在了周怡蓉的旁边。外面冷得很，来，你暖暖手。林如意就知道周怡蓉的心眼不坏，这对朋友还挺不错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听我哥说，你们去京城是有人绑了你们的女儿，你们要去京城找人，对吧？是啊，就是在富阳县被人绑走的，让我们要救人就必须要去京城。可恶，等到了京城，我让我父亲给你找，到时候将人抓到，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周怡蓉差点说漏嘴，他三哥千叮咛万嘱咐，千万不要泄露身份。真的吗？你父亲真的会帮我找女儿吗？当然啊，我们都是朋友，你又治好了我的脸，我爹最疼我了，我让他帮忙，他肯定会帮你的。而且我爹为人特别正直，最见不得以强欺弱，以大欺小。他要是知道几个大男人绑走一个小女娃，他一定会出手帮忙的。那可太好了，我在京城也不认识其他人，若是能得到周伯父的相助，那我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我女儿了。怡蓉，谢谢你啊。嗨，谢什么谢呀，我们是朋友啊。不瞒你说，我还没去过京城呢。之前听说书的说，京城很大，遍地是黄金，大官也很多，人也很漂亮。怡蓉，你确实是个大美人儿，估计京城没有比你更好看的人了吧？我可不是，京城第一美人叫霍听雪，她长得比我好看，不过我不喜欢她，感觉她太矫揉造作了，装腔作势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尤其是在男人面前就装得楚楚可怜，很讨厌的。我也很讨厌那样的女人，明明不喜欢人家，还吊人家胃口。对，就是那样，那些男人也跟没脑子一样，一见到她就眼巴巴地凑上去，围着她团团转呢。这些男人就叫舔狗。啥？舔狗是啥意思啊？舔狗的意思就是明明对方对他们没什么好感，但他们还是一再的放下尊严，用热脸去贴冷屁股。对，就是那样。哼，还真的像狗一样，你这个形容很是恰当。那些人可不就是一群舔狗？你说那霍听雪又不是青楼妓子，一个大家闺秀，天天被男人围着，她也不害臊，竟然还引以为荣，简直恶心死了。不过最可气的是我母亲，
竟然还想把霍天雪说给我三哥，他简直是被霍天雪给蒙骗了。那霍天雪可不是啥好人，以前仰慕楚将军，每次楚将军回京述职，他都眼巴巴地追上去。后来楚将军不知怎么的失踪了，他就开始找别的男人。反正我不会让我三哥娶她的，她也不是啥好女人。楚将军，楚歇意以前就是将军，而且也失踪了几年，不可能还有第二个失踪的楚将军了吧？所以周仪容刚才说的应该就是他。哼，那他和霍天雪以前也有故事啊。这个霍天雪多大年纪了？好像都18还是19了，反正年纪不小了。哼，在古代18、19岁就成了大龄剩女了，在现代才刚刚成年，连法定结婚年纪都还达不到。那他家里人也不着急吗？怎么没有给他定亲啊？当然着急啊，毕竟年纪也不小了，所以现在到处相看。他爹呀就是个五品小官，就凭他一张脸，想要攀上高枝当然不容易，但是和他们差不多的，他自己又看不上。你刚才说楚将军，他为啥没有嫁给楚将军啊？楚将军以前在边关打仗，1年才回来一次，而且人家都不搭理他的，都是他一厢情愿罢了。林如意一听，心里舒坦多了。他男人要是真看上一个白莲花，他都觉得恶心。你刚才说你娘想把他说给你三哥，那你们家也是官家吧？差不多吧，反正我已经给三哥说过了，他说他不会娶霍天雪的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如果真如周仪容说的那样，那这霍天雪确实不太行。第二天，周静瑜好像感冒了，怎么在野外住一晚就感冒了？而且他的随从好像也很紧张的样子，搞得他好像一个易碎的瓷娃娃似的。到了利州城后，他们找了一家最好的客栈住下。林如意找到周仪容问道：仪容啊，你三哥怎么一个风寒就弄得这么严重？看他平时体质还可以啊。我三哥3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然后落下了病根，每年冬天都会发作一次。后来大师给他算命，说是若想平安，18之前就不能回京，所以他一直在外休养。眼看冬季都过去了，他呀，估计是老毛病又犯了。林如意一听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他这个不严重吧？没有药方吗？有，之前慧灵大师留了一副药方，其中一味药不好找，我本想看看利州城能不能找到的，若是能找到，喝了药再休养几日就好了。林如意点点头，不过心里倒是奇怪，那药又难找，为什么不随身备着呢？如果周静宇需要休养很久，他真的不能再等了。对了，我以前有个小姐妹搬来利州了，我一会儿要去找她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？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呀。林如意一听小姐妹搬到利州，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吴淑贤。哼，应该不会这么巧吧？你的小姐妹怎么回来利州啊？以前应该是在京城的吧？好好的京城不待，怎么跑这么远啊？他爹犯了点事，就被贬到利州来了，他自然就跟着来了。原来如此啊，那你去吧，我赶路太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。我也不认识，就不去打扰你们叙旧了。那好吧，那我等会儿就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仪容，我想了想，我还没有来过利州城呢，反正晚上也能休息，我还是和你一起去吧，多结交一个朋友也还不错。他还是决定去，就怕到时候真是吴淑贤一下给说漏嘴了，岂不是更加麻烦？要是真是他，自己到时候还能随机应变。好啊，那我们走吧。坐着周仪容的马车到了一处住宅，到了宅子的门匾上写着吴府，他心里已经可以100%确定就是吴淑贤了。很快就见到吴府出来人了，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但并不是吴淑贤。林如意想着是她搞错了吗？兰姐姐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呀。见过仪容。好了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这么客气起来了？你再这么客气，我就要生气了。是，那我可就不多礼了。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府里去坐。我还有一个朋友，如意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姐妹吴淑兰，之前我们在京城经常一起玩。兰姐姐，这是我最近认识的朋友，她叫林如意，正好有事去京城，我们就一起同行。这2天我们路过利州城，就来找你了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
听名字，他感觉和吴淑贤应该是姐妹，那他也不算猜错了。吴淑兰带着他们一起进府，径直往他的院子走去。可是刚走到他的院子里，就看到吴淑贤拿着一本书走了过来。三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这句话有点不理解，本来想找二姐讨论一下的，没想到二姐来客人了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那既然来了，就一起坐着聊一会儿吧。你和周小姐也认识，大家一起叙叙旧。好。周怡蓉和吴淑兰是好姐妹，见面自然有不少话说。林如意和吴淑兰坐在旁边，显得是格格不入。林如意她趁着空隙找了个借口，说是去如厕。吴淑贤趁机提出要陪着她去。走了一段路，吴淑贤直接停了下来。你说要如厕是假的吧？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又怎么和郡主认识的？我真要去上茅房。至于你后面2个问题，我没必要跟你说。那边就是茅房，你自己去吧。你那时候不是写信给我男人，说你爹不行了吗？让他赶快过来。令尊现在如何了？我爹没事了，我没有骗楚大哥，当时我爹的确是快要……我也没说什么呀。既然你爹没事儿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我相公他很敬重你爹，希望他能长命百岁。他的事情你也知道了，现在他被召回京去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还不知道。安安被人绑走了，要求我马上去京城，我估计是有人故意用我们去威胁他。我跟周小姐他们是无意间认识的，现在和他们同行去京城，他们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也不知道我相公是谁。你最好可千万别说漏嘴。现在我谁都不相信，如果我们真的被当成筹码威胁相公，到时候让他处于危险中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你大可放心，纯亲王和楚大哥的爹是故交，2个人关系匪浅，绝对不会对楚大哥不利的。你和他们一起自然是最好的。还有，去了京城，你要提防右相杨远魁。我知道了，那你一会儿记得可千万别说漏嘴。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他们我的身份，我再找个机会再说。知道。吴淑兰留他们在家里吃了晚饭。林如意不是主角，自然不会被怎么关照。等吃过晚饭，外面的天色不早了，他们也该回客栈了。吴淑贤偷偷找到他。这3个锦囊是我爹让你带去给楚大哥的，说是关键时刻能够帮他，你记得藏好了，千万不要弄丢了，也不要被人发现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将锦囊接过去，然后他就跟着周怡蓉一起离开了吴府。回到客栈之后，林东竟然过来找他了。四哥，你有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第一次离家这么久，有点想家了。小妹，我们去京城还要走多久啊？应该还得1个多月吧。四哥，你要是不习惯，我安排人送你回去吧，反正也没有走多远。我不回去，我都答应大哥和三哥要护送你去京城，我怎么能回去呢？我就是看你最近瘦了不少，饭也吃的不多，怕你身子受不住。我没事儿，其实我有孕了，快2个月了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本来想等后面再说的，现在和你说说吧，但是你得保密啊，不要告诉其他人。啊？你怀孕了？不是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啊？你怀孕了还去京城？你真是太……哎，我怎么说你啊？爹娘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得骂死你。反正他们知道也晚了。哎，今天那位周公子找我问话了，一直在打听妹夫和你的事情，我差点就说漏嘴了。他怎么知道你和之前不一样了？还问你是不是突然改变很大？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和以前不一样的？他到底是谁？他莫名其妙的出现，然后各种偶遇和自己一起。他难道是知道我不是原来的林如意？不可能啊！小妹啊，四哥，怎么了？我刚和你说话呢，你听到了吗？你脸色怎么了？看上去有些不太好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啊，没事儿。你刚才和我说什么了？我刚才有些走神儿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再说一遍吧。我就是好奇那位周公子是怎么知道你和以前不一样的，他以前也不认识你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四哥，我今天有些累了，想早点休息，绑匪给我的时间也不多，我想明天继续赶路，就不等周公子他们了。你早点去休息，明天咱们一早出发。他此刻内心有些紧张，总感觉周静瑜有问题，他必须要和周静瑜保持距离，不能再继续同行了。啊，
不等周公子了吗？他平日里对我们也颇为照顾，就这样走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这也没有办法呀，人家就给了我45天的时间，现在就剩39天了，后面的路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我怕后面路上会耽搁时间，所以得抓紧时间赶路。我一会儿和他说一声吧，我想周公子会体谅我们的。林东一听也对，轻轻点了点头，